我也没那么棒。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我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这边，就是感受到这边的同学都是蛮热情的。上一次 SARS 的时候，这个活动就往后延。然后我就收到很多同学寄卡片来，我就觉得哦，这个太热情了，下一次一定要来，不然会怕你们太失望。今天上飞机的时候差点搭不上飞机，因为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只剩下一张票，他说这张票是坐在那个空中小姐隔壁的，要面对所有的人坐，你要不要上？我说我一定要上，坐在飞机上面我也要上。坐在那个驾驶座的隔壁，我也要上，因为我答应要来演讲，我不能不上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个飞机最前面，面对所有人，就一直飞到这边来了。到了嘉义水上机场，打电话给我老婆说，老婆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可是我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差点上不了。我面对所有的人很尴尬，我说不会啊，你为什么不对飞机里面先演讲？你在飞机里面先讲一遍，说你要去那个新国高中学讲什么东西，对着飞机的这个客人讲一遍。我当然是没有讲，我是坐在这边装死，眼睛闭着，假装死掉，这样他飞到这边来。然后今天来跟各位想谈的一个是很有趣的题目哈。那这个题目其实我曾经就在最近刚刚才去过一趟德国。我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展啊，就国际书展，全世界的人都到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展览他的书。他们做一个题目叫做“文学改编电影”，文学改编电影这样一个题目。请到那个德国的一些作家还有电影工作者来演讲。我是唯一从亚洲去的，我是唯一从亚洲被邀请去讲的。我要讲的内容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题目，所以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内容可能跟我去德国去对着全世界的那个大人所讲的题目差不多，但我希望这个题目不会太深啊。那在演讲之前，我想问几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哈，看同学来回答一下，我们再开始看一部影片。你们觉得哈，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哈，在人类发展的文明里面哈，是先有文学，还是先有电影？文学。太聪明了，因为你们是资优班的。好，第一答对了，一定要先有文学，因为文学的历史很长。1000年以上，有文字以后就有文学。可是电影呢，只有100年。全人类的电影从第一部开始拍到现在只有100年，1895年，正好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那一年，所以也很好记。是什么时候有电影呢？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电影。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有很多纪录片留下来，因为开始有电影了，所以刚好有些影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历史只有100年，是人类的文学历史有几千年。第二个问题，当婴孩睁开眼睛啊，当你是婴孩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先用这个视觉看这个世界，还是先用文字描写这个世界？视觉刚好相反，刚好跟第一个答案相反，对不对？第一个答案是人类先有文字，才有电影。那第二个题目很奇怪哦，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眼睛看到的世界。我们现在很难去问一个婴孩说：“你看到什么？”因为他不会讲啊。你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当初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什么？你睁开眼睛应该看到什么？谁可以回答我？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眼睛看到什么？医生那个丑陋的脸，对不对？或者护士那个很狰狞的脸，应该不要这样讲，应该说护士很和蔼的脸，或医生那么温柔的脸。通常医生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一张脸一直哎呦，好可怕！突然这边不会长这样的脸，不管是看到什么啦，但是你记得，在你还不会写文字以前啊，你都是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用耳朵听。你不会写字啊，你也不会表达，可是你都用眼睛看，耳朵听，这个其实就是电影。电影其实是努力的把人从本来用文字描写的世界，又转换成影像，对不对？他努力的把这些文字写的东西，剧本啊、小说啊，又把它拍成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你眼睛看到的画面啊，画面剪接啊，一直在动啊，开始演故事啊。就是你们要打开电视，你们看电影，电脑上打开
荧幕上的所有画面，这个视觉的东西，都反而是人类在一诞生后先看到的。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话，其实是把小说的文字的故事转换成人类更原始的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就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发生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中，曾经有很多人拍过很多电影，可是这些电影到了国外去，别人都不觉得他拍得很好。终于有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试着开始用他们的想法去拍了一些电影，拍出来的电影人家就非常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拍出来的东西充满了文学性。现在问第三个问题了，问完2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问第三个问题，这个电影拍出来充满文学性什么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你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你说哦，这个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你听我讲这话，听起来很深奥哈。这部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有没有同学很勇敢的起来回答我？错了我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对了，我赞美你；对一半我还是赞美你。有没有同学试试看？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哎，这部电影拍的充满了文学性。那这部电影看哎没什么文学性，什么意思？这话很深哦。但是有同学只要敢举手讲，我绝对不会讥笑你。我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人。你可以看我嬉皮笑脸，我绝对不会骂你。勇敢的讲，让同学知道你很勇。哦，有，终于有了，我就知道你们很厉害。来，有同学讲。让大家可以欣赏，觉得那部电影可以让自己欣赏，觉得它有那种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吧。好，这位同学几乎全部答对。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非常接近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讲一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一定是小说改编。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个小说写得很棒，对不对？啊，比如说小说写得很棒，它改成电影之后，它可以拍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啊。它这个电影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不保证这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就是真的答案，就是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小说改编哦，是不是小说改编，它都可以拍成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那通常充满文学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我们看一部电影，而且讲故事讲完了就没有什么让你能够再回味的。可是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通常你看他电影，你看他导演的镜头、他的语言、他在说这故事的时候，他通常声音跟画面是非常巧妙的配合，让你觉得有一种空间的想象。他甚至有时候拍一个空镜头，镜头是空的，一棵大树，什么都没讲，可是下一个镜头就拍一个人走过去。他会靠剪接的力量，让整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想象力。你看完之后觉得这电影拍得很美，这个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树啊花，就是很感动。这个感动不只是讲故事感动，它真的是用电影的语言在处理一部电影，它充满了文学。比如说它的旁白写得很美，它的旁白充满了诗意的旁白，在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故事，反正看完感觉这个东西充满了艺术。刚刚这个同学打的几乎是100分的，所以它充满了艺术性。那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跟它的美术有关。现在我就准备放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纪念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一群很年轻的导演，他们拍了一批很好的电影，这些电影后来陆续到国际上去得到很多奖，让全世界人注意到说，原来台湾这个地方有一群人拍过一些电影非常好，它非常好的充满了文学性。那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个，我里面会有个纪录片在介绍这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它每部都讲一点点，所以也许故事你不太知道，可是没有关系，你努力的欣赏这些电影里面的所谓的文学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是小说改编的，有一些不是，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安静的看，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在20年以前，有一场革命，台湾有一场电影革命，是来自于文学的革命。这个文学革命就是有一群文学家跟导演加入了台湾电影工作，使得台湾电影在那一刻开始拍得非常好。里面会出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白鸽计划，那个笔记本是我的，所以各位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写那个字是我的字，然后你会看到我在里面也有讲话。那整个是一个故事，它是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如果各位看到有点想尿尿啊，想受不了的时候就举手，那我们就停一下，给大家休息一下。
因为这个纪录片放完之后，下午我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开始跟各位正式的开始，根据这个纪录片，我开始聊一些文学啊、属于电影的事情。那我们就开始放这部电影，好不好？这部电影叫做《白鸽计划》，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花了很长的时间做的记录，非常非常深刻，一般人看不到。谢谢。讲师介绍，我们请国一12班李正汉同学来为我们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国一12班李正汉。今天我所要介绍的是我们最敬爱的闽剧作小野老师。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国一新生，但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加入新国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了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学营。盼了又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小野老师的创作范围非常的广泛，从小说、散文、童话故事到电影剧本都非常的杰出。大学时代，小野老师就以《勇之声》《试管蜘蛛》《生烟井》等作品广受外界的瞩目以及好评，还曾获得联合报的小说首奖以及等等的文学奖呢。小野老师勤于写作，他曾经为了儿童以及青少年写了儿童少年文库系列的家庭亲子幽默散文，例如《猫头鹰家里蹲》《小野童话》《痴狂老宝贝》等等，这些都是我百看不厌的书籍呢。小野老师也曾被受聘为台视节目的总经理，他创作了许多的本土戏剧，例如《流氓教授》《望乡》《名扬四海》等等。而且他还创作了偶像剧，有《土司男之吻》《再见萤火虫》《薰衣草》《极速青春》等等。小野老师不管是在舞台上、电视节中，都有非常傲人的成就以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管做什么就像什么，所以总而言之，小野老师真可说是太棒了。现在就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小野老师吧。我也没那么棒，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了，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了，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我今天。
而今美国政府和共产党和新手，他们提供内斗策略，很来种种之事，经片面决定断绝中国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高雄暴力事件当天晚上，游行的队伍回到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前面的时候，他曾经向群众叫嚣：“今晚我们胜利了”这句话。林李从控诉了。与会人士都认为，目前是国片有史以来最不景气的时候。港片和外片的侵入，加上录影带的泛滥，使独立制片几乎无电影可拍。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现在是重新开始最好的时机。春天的花开，秋天的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我来中央电影公司上班在民国70年1月，所以来到现在差不多20年左右。民国70年到民国77年，正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10年，因为这10年刚好是台湾面临快要戒严到解严的过程，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代。中国公司这一部老戏要改造，不是很简单的事情。5年前呢，我也花了4个多月做出它。而小叶我说也花了1年多，因为呀，他是现在北京呢，把国民党的党纪啊就失去了。那我也使他呢，现在恢复党纪，恢复党纪不是一下子啊，要一层一层的往上这个进行啊。这是每个人我都不容易，人才要去求。那小叶5年生啊，干生意啊，像这种还有以后还有这个年轻人呢，都是求得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以前在中影的时候，侦探美剧一定是演西片，中国西片一定是演我们自己中影的首轮的主要，好像旗舰戏院，后来被大家认为是台湾新电影的那个第一部的那个《光阴的故事》很好笑，就是大家都很不看好，所以就摆在中国戏院，而且只拍了1个礼拜的档。我当时完全被骗，结果这《光阴故事》一上场，那个票房非常好以后，我就跑去找总经理明基，我说明明票房这么好的，怎么被人家出卖了？欠了1个礼拜而已。那因为他是总经理，所以他有点权利，就强迫当时的侦查美拿一个厅，就把它变成来演《光阴故事》，所以光才演1个礼拜。以前都会是做这样子，然后吴念真坐我对面，然后我们两边那边做了8年哈，还闹过一个笑话，就是互相越看越讨厌，越看越讨厌以后，他说：“小野，我不要跟你们那边做了，就
屁股转过来，他就跟着我一个人左脚，他屁股跟着我这样做，因为说改变就是背对背这样做一做，他就转过来，然后在我这个背后贴一些裸体女人的照片来，就他觉得做的很沉闷嘛，所以他把他喜欢那些日本女明星啊的图片，对，他不要看我，看后面。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蛮天真，就是那个笔记本上说自己还不到30岁以前，我要反封建，反这个农，希望自己肚皮比较大起来，让自己是打败封建，打败什么，然后有一个白鸽计划。就说进去之后，我要开始号召这个台湾的所有文化界的人，号召这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来听到这个机构做事。然后可是吴念真就抱了比较悲观说，他已经做了半年了，什么都不行。他说这个机构根本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停顿状态。你进来之前开始做半年的一计划，都做不了。我这个后面是老长的，我总是想透过电影表现健康、但是你要在里面去这些台湾这个发展起来，这个我的这个关于他的生出的一个人的成长当中来。把一些社会的他的现象结束，大概是这个就开始。那这个影片呢，是背影的，这是这个对吧？这个是小镇的，哪一个等于一线对因为首先说这个包括这些太阳的这个。都不可能接受我450万的也就是这个5了，所以呢，我说你们感觉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死为边境，甚至死之间这些。关于的故事，我们就写一个是唐阳整个台湾国民政府公民的这个德政，台湾从经济起飞。从我们童年时代如何进步到现在，这完全是拍马屁的写法，就是说我们要拍一部发音的故事，然后预算非常低，然后4个导演拍，目的是拍小方这个政府怎么样在台湾的建设。他这样写是没过的。他就是这个是说服文工会说，我们现在出拍片不行了，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大，我们怎么可以拍很便宜的，而且又可以用这些年轻导演。然后预算这么低，就算我们失败了，我们所能够赔的钱，跟前面来比的话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定才400万，就全部赔光才400。那我觉得他们终于没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拍。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2种类型是非常流行，一种就是童谣文艺电影另一种就是军教电影。那军教电影很早已经出现它的长路之末另一方面呢，童谣文艺电影一直差不多到作业之上出现它的真正的瓶颈。那这两大类型其实全部垮台了。到现在我们看到1981年，其实整个国片开始全面在评价上面，甚至在那个票房上面全部倒退。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片量从非常高的片量一下子就掉下来那跟着冒出，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电影剧本审查通报的方式。所以就会跑出一堆比较古怪的社会事件，尤其是在黄旭金的上海社会大案之后，那这作品其实可以算是加速旧有国片制度的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本来的电影人开始唯一一个工厂想做的事就是去看如何拯救国片作产品。对。电影界人士在会中沉痛地诉说国片的现况及发展。明奇说，目前的电影不重视主题意识，只追求快感刺激。李行说，他正闭门思过，希望顺利度过困境。赵莹说，要尽快建立
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工程就是刚才讲，他那时候跟宋承寿做11个女人的故事，那他们打算全部用电工作人员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大概1半以上的导演都没有拍过电影电视。当然，那个11个女人变成也是一个激发，然后小野文先生他们正好在选导演，也是从那些作品里面挑出。我认识这么多年轻的副导演，还有很多从外国回来的这些年轻人，那几乎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取代电视的导演，因为电视的导演，那也没什么机会。那我就想说，哎，说不定你就来做一个电视的东西，我们可以市场风险比较小一点，利润比较大一点，因为那个是在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方式实验做实验部，所以他就是改造。大胆，我不晓得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比较不懂事啊，或者无知一点啊，才可以闯出一个天下，因为你才有那个勇气嘛。你不然的话，你太会算，太算的精准啊，你就真的做不出一个新的尝试。那后来那个结果，我自己很惊讶。可以说老实话，我讲惊讶的有什么这么好？哎，怎么那么好？而且可以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讲11个女人，有时候会在提起11个女人。那我自己是真的是蛮惊讶。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做那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你做出来的成绩好，而是那个精神，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团结的那个力量啊，是现在见不到的。我们把那个时空拉到那个20年前，那时候在拍那个光阴的故事，那是电影。如果现在跟你比，那部电影跟那时候拍摄的环境，你现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第一个感受，或者那个现场，那个画面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倒是现在都还不能忘。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开镜的时候，当天下午都开不了镜，就已经快打起来了，当时就快停拍。对摄影师灯光师，然后他们就气输出，然后跟导演不能沟通，他们就会觉得可以停拍了。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的电影环境生态里面，突然放了几个毛头小孩子，突然间觉得你要听我的那个感觉。那么相对的，其实那个影像是一个很大的象征，你已经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那么那个全然的要改朝换代的感觉。其实光阴部最开始，其中一个导演突然间跟我讲说，你对不起不要当导演，你当演员。但论资格论这个名气的话，一定是我比较大的。可是我当然真的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好。然后我想说，我没有提钱啊，你演那一段，你要穿着内裤走来走去，张一那段，那个张一来跟我讲故事，穿着内裤走来走去，你不会有什么接受的地方？我没有。我说钱很少。我出了个10万还是20万台币，忘记了，可能很少的钱。反正中影开价一定是先杀你1半以上，那我也觉得无所谓，就说好。一直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出来，就快乐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做完光阴故事，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整个创作，有一个人是，我觉得他应该在新电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亚瑟他。那时候我们拍光阴的故事，那他4段4个，他中间就是一段死亡。那我相信他那个东西刺激了很多人，就是他用一个简单的题材，一个女生失经的一个成长过程，但是他对感情描述的细腻，跟一个新的结构是去说故事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会让很多人，包括会让我想包括我这样都会刺激到，就是说
居然敢这样子做。那很多人心里面想做的，就突然间会在那个时候宣泄出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基本问题。我说，也许你像我在中是我60几年，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在中待了差不多8、9年，然后突然会发现，有一票年轻的，然后跟以往的那个导演不一样，非常的清新，然后非常的坚持。讲一句话就是每一个都是很硬的，然后他们带进来了新的事情，就是像侯导，他也会接触一些，侯导他也看到这些新朋友，侯导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导演，往往从来跟导演就是因为他以前都是穿的鞋子的后跟都是材质，永远提了一个蓝色的包包，有点就是一样，永远穿那一条颜色的裤子，就可能发现他是一个很土的人，可是他某种程度他也被这些朋友交往中间他们的观念带进来的观念，他也觉得很被刺激，他会觉得电影的空间是那么大。他们在国外学的是观念，是电影美学上的一种解释的。那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难，有一点分享，其实你也很难弄清楚。因为你要弄清楚的话，什么时候？何必弄清楚？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就好。但是它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你懂我意思吗？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这个变化就会让你产生好像觉得你已经了解了什么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小编，就讲完这个。小编，我一看到以后，马上这还去面讲这个小编对不对？那不是这个不错，我就发现，现在我们将有10年时间一直去思考，说是不是台湾的电影形式就是这样，就是单跟两个假象，包括道具的舞台的这样，是不是？它会有另外一个东西，一直也在想这件事情，一直去尝试它，这东西我们也一直在修正它。一直在尝试，但是呢，如果说小弟都是早5年拍的话，我相信他也没有看，就会被掩盖掉。所以我一直等着你那时候，终于这些电影都一天就上，一天就下了之后呢，那一推出来之后呢，就所有人都怀疑，但是我们自己一点怀疑都没有。我记得是橘色的小壁的。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这部电影对你的意义？其实那个累积了蛮长的努力跟经验之后，一个非常小品，但是它基本上它是爆发力的一个作品。这是一个小屁故事的完整的从初稿因为他出了好几稿，在很多过程中间生产剧本。因为我们一开始是第一天上片，你看下地中国戏院，一条用雨伞拍成那种宣布，每到下一节下面台就要去到这边，那你也跟着去看。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在戏院里头看手机上面挑，因为这个用习惯，所以辅导啊，你比方说也在对。
看我们的，你看彩票餐厅，啊，那么好看，然后学习观众那么投入啊，然后走进电影院那一刻，你突然发现，所有人都认识你，然后所有人都对你好友善。小弟的故事，上面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台湾蛮厉害的。那时候跟侯导都忘记，真的忘记了。当然有理想啊，当然就是说颠覆嘛。那时候你们也想颠覆？当然颠覆啊！那时候颠覆什么？没有颠覆，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的，就是说喜欢电影嘛，那拍出来好看嘛。谢谢。以上为证，掌声感谢。哎，向前看，向左转。拜托，给点面子好不好？你们会不会喘啊？哎，向右看齐。那男的有一个豆豆高高，一屁股坐在我们办公桌上，最前面的角落。他有两个个子比较一般的男的，一个头发比较正常，一个头发卷卷的，然后就是在他旁边围着，然后接着他的眼神，然后当时有在打骂动物，把我接着骂动物，然后中间当然带了一些脏话，就咆哮了一阵子。我才觉得他这4个非常不礼貌，因为他完全不动物。他们没有看到你在睡觉。没有，他们进来就在一个很熟悉，但是他们似乎对这地方很熟悉又很放松的状态上。他就我在那听到底干嘛？我听他们在骂东西嘛，讲东西，我就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后来他们抱怨了一段以后，突然就想到好像他们在一定要干，你就一次往我的方向看过来，说你会放电子吗？他说我们就不会不见，我们要看一下比赛，看一下这考验。那我那时候还年轻嘛，完全没有办法招架的，我会，然后就把那个电子就拿中网16厘米的放映机就放上去。那个片子就是小弟自己的广告片，好像是小弟自己的。然后我突然才发现，然后我看的时候就因为广告片其实蛮好看的，所以在重要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自然有一些笑声啊，或者跟着那个片子进去。他发现那个卷毛，我就想说，好看吗？我说还不错。后来就好了，我就开始就没想这4人到底是谁了。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这4个人是谁，可是我觉得那个卷头发呢，看到了侯孝贤，应该叫侯孝贤。然后呢，另外那个高的，我后来说他叫陈国华。另外一个讲话脏话很多，那个叫张华坤。另外呢，那个女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副厂去的。那这个画面其实在后来我们都很重视。下一部戏呢，这个是在一做这个，就是这个嘛，2次大战之后，当时黄春金先生写的这些。有些作品上就是有非常当时大陆对于黄春金先生他的这个印象，就觉得不能够跟政府非常批评。我就觉得，如果是去禁止打压、造福人，我们这个沟通，我们就发现，很抱歉，那个麻烦影片稍停一下，影片稍停一下。有没有人开始受不了这个？有没有人开始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实在太没有啊？不知普化同学他们在很冷的，很冷我就没办法了。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上那个人，你们认不认识？叫做侯孝贤。
侯孝贤就是其实你们现在看这些人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就他们有些导演年纪比我大一点，或者说跟我差不多。这些导演在我们故事里面呢，原来刚开始都很年轻的，差不多30岁，然后经过了20年的奋斗，这些导演现在在国际上都很有名。像刚才有这位侯孝贤导演，他有名到他在法国的时候法国人做调查说，作为一个法国人啊，作为一个现代法国人，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读什么书？你要看什么电影？其实看电影那天他们写台湾的侯孝贤最高票，所以你们很难想象台湾的导演对法国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吸引。他们做问卷调查，我刚才讲过，最喜欢吃什么？就是竟然看电影那一项是要看台湾的侯孝贤导演的电影，还是有最高品味的法国人。然后他的电影在法国的票房是台湾的20-30倍，他电影一拍出来在台湾必须是卖200万票房，在法国可以卖几千万币。所以这些导演是从台湾开始拍电影，渐渐走向国际，然后他的电影慢慢代表台湾出去，让欧洲、美国人认识台湾。所以这些人的作品，我为什么特别跟同学分享，就是因为他的年代有点久远了，可是他的电影语言各位可以看一看，他跟你们平常所接触到的电视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比较慢，它比较缓慢，可是每部电影都慢慢的在说故事。你注意它的影像、它的构图、它的色彩，其实每一个镜头都很像一幅画。所以我其实是怕你们看这个成本，如果你们不觉得成本的话，你们慢慢欣赏完之后，也许下午我们还有100分钟的时间，我跟你们慢慢聊这个，好不好？有人受不了要尿尿，我就举个手自己从后面去，好不好？那因为刚刚是要拍摄，所以我也借此让大家休息一下。现在刚刚这位侯孝贤导演就谈到，拍《儿时逃亡》的时候，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就终于爆发了一件我们要被人家修理的事情，因为他拍到了台湾当时非常贫穷，而且拍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时候美国人在台湾军队驻扎台湾的，所以这个时代距离你们很遥远，就是几乎是我的童年。他现在就聊到那段时间，我们怎么样被整肃。那这个是一场电影革命，那继续往下看。所以对台湾这之前的有这个台湾经验或者内容比较清楚，就像我们看所以你会有一个从你自己成长经历为出发的一种记忆，从这一块去做成很多的经验。就是这样，因为我没同感。他说你们这短的能量了。后来看了一部《儿子大人》，然后大约是我第一次看的，就看了一部3段剧，我知道。那部电影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是，每个故事在它结尾的时候都令我很震撼。比如小鸡原来刚刚冒起飞着，然后看到他手上打，然后连接在那个叫做麦美帅哥，看起来那种视觉上就感受到很大。谢谢。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医，我就打民工，等于进去在他们转变中心里面，怕他们也是越过，他们就找，要拍这个很大的。这个之前因为我有一部片在美国拍的一部片，参加金球奖的这个，所以他们从那边找到拍这个新导演来去拍片，所以他们就很常说。有没有兴趣拍电影后有3段东西，王振宇的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回来，还在去打零工的阶段，那当然是还好。
我之外最恐怖就是金明被北京撞到之后还很高兴，因为他被北京撞到之后还可以到医院在美京医院吃苹果，但真的非常统治台湾那个年代的贫穷跟美元跟受美军的支配，拍出来之后，没想到那部片就这个问题，立刻有一封检举信来了，这个还是影评人协会的检举信，说这部电影怎么会拍成这样子呢？当时文工会主任开了10个修正专题的名单，你就会用来了以后，就在纸面上看，在评判，看大家，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建议，文工会主任就讲，何庆福也是批评的很厉害，几乎我在这个不认识中。早期的小叶吴彦生参加，几个导演没进去参加，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所以吴彦生在里面呢，就受不了了嘛，痛哭流涕跑出来，所以完了，你看一看，这电影，这个开场吴彦生是劝我不要，其实我非常冲动，所以他跟黄世在外面，对不对？看完以后出来，我记得好像吴彦生都哭了，我觉得很荒谬，为电影为什么到了这样？这样万达就对社会的那种，他是一个愤怒心理，尤其交苹果事件，他一直批，然后办公室的都是很多快递给掉，我说摸他来，那个特会过来，因为他很生气，他生气就提了这种，因为他没得发泄啊，不然他能赚，我说这个不能动，这不能动，这个是。可惜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观念，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导演在拍那些这样的话，但是活生生的开始好像把文学、社会、政治的东西都加到里面，你看他们非常丰富，而且不再只是讨好。现在囡仔，我讲听清楚哦。这样人家开场讲，咱有偌济钱啊？我大概你也是请一个提醒起，有听无？有啊。爱去做到收收起，肯定我袂歹当负责的哈。好。好吧。你是啥？都开车，想解决，你会接落？哎呦，要想啊用啊，你是在讲啥的啦？你啊呢？你要我来去选择阿东，我才去弄。可能是别的。所以，我看到那个风景之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作品，大家说，我当时我打电话，他说因为这里，第二天转正他也是心情也是很痛，所以他把它整出来，再加上中国这部电影因为在修剪嘛，我们为什么？就是回到我刚才讲过，整个台湾很压抑，真的在找一些议题来发泄。那之前我也知道这个时代，终于是我们跟国民党政权之间就碰到一个最临界点。因为小弟的故事、关系故事还是不没那么敏感，可是儿子他绝对是一个试金石，一次失败的话才是完蛋，才会被驱逐离开这公司。如果是成功的话，可能台湾社会会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之前我就开一场沙龙照，就找了一群导演，就是侯孝贤、万人跟曾壮祥，我跟吴念真，还有做音乐的这个温荣勋，我们就自己拍一场沙龙照，悲壮，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遭遇到媒体的侵蚀或者被围剿，甚至是被将来会留念或者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新陈代谢，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我想要不然就是这个老人化的一个定位的地方的话，我想新人永远没办法做。我们在拍大轮回，82年、83年就是中影也拍了一个儿童大轮，由萧乾了这个朱安元、郑爽霞3人的3战，对我们老一代的大导演的这个白景瑞。胡金铨跟我们3人大轮回嘛，我戏称他是一个老少对决。
老少对决把我的老一代打败了，啊，这个也是初始的这个新锐导演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到那个时候，新锐导演的形成以后，它变成一个气候以后，就是这些片商也就像赶这种流行一样，哦，这老导演价钱又高，架子又大，脾气又坏，拍出了电影还不一定卖钱，那干脆找新导演，新导演价钱又低，啊，拍的东西又好，结果年轻的导演那时候就是变成一种流行。我们女人将来离家，所以要会节俭。我们教你，譬如说早上去买菜，菜比较贵，你不要去买，等到傍晚人家要收摊的时候，你再去买。将来你命好，叫个好照顾就好；你命不好，你要自己会打算的。简单讲哈，廖辉英的小说《优马太子》获得很大的肯定，官人拍了以后，其实廖辉英其他小说也会被其他商业电影同样把它改编成，不管是《不归路》啊，或者这一类型，就比较强调女性的情欲，那强调的是好像是走同样的风格，其实是新电影创造了一个风潮。这个风潮呢，流风所及，使得商业电影也跟了进去。但是商业电影跟进去之后，并没有跟到他自己所要的那个环境。所以呢，一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它的流风所及是集体的沉沦，而不是更大的力量上面的一个往上的爬升。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大家都在做新电影同样做的事情，好像这一股风潮都是新电影做，但不是真正属于新电影的精神符合新电影的做法，其实还是少数那几个人在做。那其他其实商业组的只是因为看到了媒体愿意报道这样的东西，而且也卖钱，所以大家一窝蜂的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实也有很多都是失利，那这个失利的人其实就一窝蜂全部都推给都是新闻其他人搞出来的，但是不是。我特别强调，新电影从问世到后来，一直它在台湾的国片生产量比例其实就是15%左右。这15%的影响力能够占据全部的版面，就是因为他的确他在意义的讨论上，在表现上他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所以电影全面上落是跟社会的转变很大。因为台湾那时候是面临到一个经济大量的转型，就是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兴起还有这个物质文化的兴起，还有音乐社会的逐渐转型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造成一个新的一个文化上的时代，就是新的知识分子或者新的中产阶级诞生以后，他们都被要求有一种新的一种文化上或思想上或生活形态上的改变。那这个中间很多包括思想上的革新或者某一种解放。就说这些年轻人，他觉得过去拍的电影跟我们太没关系了，他现在要拍一些电影是跟我们本身熟悉的东西，就是我们过去或者所谓成长或者当今的一些状态。那当今当古是怎么拍的？所以包括你看到儿子当然或者是电影，就算有一些比较这个低收入的人阶层的房子露出来，政府不会觉得他们这个是会对政府形象不好，因为政府的公共电影是一个宣传，电影要拍的人很快，对我们的国家有良好的形象。我想这个新电影初期前半段，我用它在用男人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我想我们老一代的所谓的写实可能是一个选择性的写实，像健康写实就是选择性的写实，就是考虑到一个大的环境，人性的这种悲观，就那时候一直想要回大陆，跟着政府来的去，后来慢慢觉得一年一年有希望，所以那时候田中先生所倡导的这个健康写实，他就是把一些黑暗面尽量都扬弃掉，来表扬一些光明面的东西。扬弃黑暗面，你上次讲是觉得在那个年代我们可以安抚人心啊？对，就觉得好像其实到底能不能安慰人心，当然还是要打个问号了。他这种想法就是要给人一种希望，这种明天是美好，希
实际上当时是受到很多的非议，就健康不写实，写实不健康。那我想后来我们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导演非常能配合政府的政策，因为那个时候刚到台湾来在推行国语运动，所以我们的拍那个写实，我们通通用国语。后来到新一代的导演，他所写他的所谓的这种写实的，求其真实的话，就是本省人他都讲台语，他讲不标准的国语，他讲标准的台语，这是真正的写实，真实的写实。而我们那个时候是把语言当成是一种工具，就是让你能了解剧情，懂得我说什么，而不是这种写实。你们啊，我进来了，我看老板。好。哦，你知道我爸去看了《天天空》，看完以后跟我讨论，他多么开心，他已经多久没有一部完全他不用看字幕就看得懂，听那个声音，听那个，对他来讲非常亲切的一个。你们觉得他里面所接触的那个台湾的现实或者真实的面向，已经不是历史，童年往事讲的是佛教典的客家的，我觉得是蛮丰富的。当代的，对我来说是很丰富。好啦，人就拍咗出，唔識啲字，嗰日旁擺都當雷公住，喺行住步路啊，都翻嚟玩下嘅。大家都知道嘛嘅，難嘅咯。阿婆當然真係唔同，太新鮮啦。我们的生活是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嘛。黄老师拍完了以后，那种简直是批评的是大黑。那我也是笑一笑而已啊。就是什么，顾及导演啊，什么胡子挖皮的一个缠脚布啊，因为童年他基本上的概念是反攻大陆这件事情是死亡，然后就像那个老祖母相对应。所以那时候反而被围剿，但是相对的那时候也可能比较松动，这样还没有解决。但是这个也是装在电影里，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民姬他其实有一种强悍，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民姬等于是找一群这种这种对年轻人，然后有这种新想法的，然后他完全就是支持他就是他基本上你看，他要耗很多精神去化解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还有文工会，盯得很紧，所以那时候其实批评同学很多，但是我记得我收到一封信，《民生报》记者寄来的，他们很多人签名支持我这个朋友，你懂我意思吗？你就知道说，其实我说出了一个某种事实，是某种大家心里面的。你一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童年那个拍摄过程，是那种自己想往前冲撞啊，所以那个现在想好像还是英雄出少年啊，胆子比较大，比较敢尝试。而且那时候我开始跟何亮合作的时候，我常常担心。我所想象的跟他的距离在哪？所以我每天要花很多心思去想象他想什么，我好像变成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去想他大家想什么。这部电影
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民国38年，我父亲调到台北教育厅当督学，那时候我们住新竹。我父亲又是那么身体那么不好，然后呢，两袖清风，那个钱又那么少，他要去负责这8口，你知道我母亲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没有投诉的对象，没有他的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他的朋友，那我母亲她可能，你一定会产生一种焦虑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会得癌症，我感觉了，他会得癌症啊，或者他以前如果那种种种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跟一个到了一个抑郁的一种心情啊，没办法疏解，不知道怎么回去。那我祖母呢，因为他已经年龄很大，他已经剩下的那个他的那种完全自己残留跟认为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他已经忘了他是坐船来的，他可以走路就回去了，你知道，我要回去了，就好像在隔壁一样，他就要回他的那个无限去，啊。那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讲，基本上在这里长大，你懂我意思吗？你完全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这块土地重新来过，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印象，其实很多深刻的记忆，甚至于然后两个人拍那个房子，就从分上走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不容易知道，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天气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上山的车不行，你就加油了，这车太快了；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时候可以这样子，就是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那东西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是很充实的生活，他们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把，也有一些新发展的故事。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来，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快的最快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里面的刚好聚在一起，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了，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什么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立场上没有自觉。电影做方面特别多，他帮我们忘了，反而是那大概我们第一个坏的就是他们的他人口音，经常都死的，你不用考虑这个。我
科技有短期，那个经济300-400，那我们就300-400。类型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冷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听说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证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在最后关键中必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枪战片，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在那个时候拍这个片，看了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然后只当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杨洋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非常的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到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也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杨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我很多一件事情都然后电影的那个麦克风就接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在第一城在这边成立分众然后第一城的东西，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电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少，他们宁愿拿钱去买香港的方式。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方面。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死命，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一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拉到一个片子的地方，这都是个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产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牛蛙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线，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是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同步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告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片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 cable 了，cable 台在他那个上片就做出广告，在他上片的第2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只是首播，
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那个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拥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白热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样讲，所以他们就认为评论界是社会的很大啊。我觉得不超过评论界是因为新电影的起来完全是很不可取，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永驻谁？你永驻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讲新电影不好，把它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讲。后来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跑法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用电子太多的同类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他来拍戏就是搞，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众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那后来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届谁是教授，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而发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一部电影大家看有几个分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颜老师》，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我想台湾新电影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不算。因为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本来是所以要么就是被侯孝贤拍，就是林青霞先走。其实林青霞为什么走？因为没有想法，所以去香港。所以这是有没有去找一个新的分支？我常常说你会不会叫我们先放到前面，我跟大家再谈个10分钟，我们第一阶段先结束。刚才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的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这个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2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2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就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要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这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这个在座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所以刚才还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被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不好的。那他也访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说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
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可能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到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往门把他挡住，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怕他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制造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什么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砰砰砰砰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
就是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到很多部分，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就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啊，在一个女孩前面他们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日子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啊，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啊，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刚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拿些衣服备来，站这边一边。好，感谢。吃完了就请回座。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
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啊，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就前方这边来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好。这个车是谁的？哦，我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的出来。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
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在坐在车台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同样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编辑社采访学的同学老师，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然后说没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资料看小野老师大学你也是生物系的，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
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问题，你的第一部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啊，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问题，就是制作像《帝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南之吻》，让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哈，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
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之后说，我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或者期许之类的？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又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比如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到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来。如果你没看过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他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朋友？那然后可以请大约介绍一下里面的内容，那它为什么值得看？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
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啊，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啊，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那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了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好，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一个叫红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有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就他已经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
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个功课，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啊？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一些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那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是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一个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
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积极向进。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是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达，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啊！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伟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就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了。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那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哈，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街上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里没搞清楚，然后到了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是说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
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都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喂，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很悲伤也是主题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一只牛然后旁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
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译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三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三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三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哦，终于找到了，第一幕是寂寞，第二幕是绝望，第三幕是希望，第四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哎，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中燕，对不对？好，于中燕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中燕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啊，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我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个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等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在前面吧。找一个协议副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副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啊，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
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了，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我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这边，就是感受到这边的同学都是蛮热情的。上一次 SARS 的时候，这个活动就往后延，然后我就收到很多同学寄卡片来，我就觉得哦，这个太热情了，下一次一定要来，不然会怕你们太失望。今天上飞机的时候差点搭不上飞机。因为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只剩下一张票，他说这张票是坐在那个空中小姐隔壁的，要面对所有的人坐，你要不要上？我说我一定要上，坐在飞机上面我也要上，坐在那个驾驶座隔壁我也要上，因为我答应要来演讲，我不能不上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个飞机最前面面对所有人，啊，就一直飞到这边来了。到了嘉义水上机场，打电话给我老婆说：“老婆，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可是我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差点上不了。我面对所有的人很尴尬。”他说：“不会啊，你为什么不对飞机里面先演讲？你在飞机里面先讲一遍，说你要去那个新国高中学讲什么东西，对着飞机的这个客人讲一遍。我当然是没有讲，我是坐在这边装死，眼睛闭着，假装死掉这样，他飞到这边来。然后今天来跟各位想谈的一个是很有趣的题目哈。那这个题目其实我曾经就在最近刚刚才去过一趟德国。我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展啊，就国际书展，全世界的人都到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展览他的书。他们做一个题目叫做“文学改变电影”，文学改变电影这样一个题目。他请到那个德国的一些作家还有电影工作者来演讲。我是唯一从亚洲去的，我是唯一从亚洲被邀请去讲的。我要讲的内容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题目。所以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内容，可能跟我去德国去对着全世界的那个大人所讲的题目差不多。但我希望这个题目不会太深啊。那在演讲之前，我想问几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哈，看同学来回答一下。我们再开始看一部影片。你们觉得哈，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哈，在人类发展的文明里面哈，是先有文学，还是先有电影？文学。太聪明了，因为你不是资优班的。好，第一答对了，一定要先有文学，因为文学的历史很长，几千年以上，有文字以后就有文学。可是电影呢，只有100年。全人类的电影从第一部开始拍到现在只有100年，1895年，正好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那一年，所以也很好记。是什么时候有电影呢？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电影。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有很多纪录片留下来，因为开始有电影了，所以刚好有些影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历史只有100年，是人类的文学历史有几千年。第二个问题，当婴孩睁开眼睛啊，当你是婴孩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先用这个视觉看这个世界，还是先用文字描写这个世界？视觉刚好相反，刚好跟第一个答案相反，对不对？第一个答案是人类先有文字，才有电影。那第二个题目很奇怪哦，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眼睛看到的世界。我们现在很难去问一个婴孩说，你看到什么？因为他不会讲啊。你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当初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什么？你睁开眼睛你会看到什么？谁可以回答我？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眼睛看到什么？医生那个丑陋的脸，对不对？或者护士那个很狰狞的脸。应该不要这样讲，应该说护士很和蔼的脸，或医生那么温柔的脸。通常医生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一张脸一直哎呦，好可怕！应该不会长这样的脸，不管是看到什么啦。但是你记得，在你还不会写文字以前啊，你都是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用耳朵听。你不会写字啊，你也不会表达，只是你都用眼睛看，耳朵听。这个其实就是电影。电影其实是努力的把人从本来用文字描写的世界，又转换成影像，对不对？他努力的把这些文字写的东西，剧本啊、小说啊，又把它拍成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你眼睛看到的画面啊，画面剪接啊，一直在动啊，开始演故事啊。就是你们要打开电视，你们看电影，电脑上打开荧幕上的所有画面，这个视觉的东西，都反而是人类在一诞生后先看到的。所以
我们如果从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话，其实是把小说的文字的故事转换成人类更原始的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就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发生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中，曾经有很多人拍过很多电影，可是这些电影到了国外去，别人都不觉得他拍得很好。终于有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试着开始用他们的想法去拍了一些电影，拍出来的电影人家觉得非常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拍出来的东西充满了文学性。现在我问第三个问题了，问完2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问第三个问题，这个电影拍出来充满文学性什么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你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你说哦，这个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你听我讲这话，听起来很深奥哦。这部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有没有同学很勇敢的起来回答我？错了我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对了，我赞美你；对一半我还是赞美你。有没有同学试试看？我们看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拍的充满了文学性。那这部电影看的没什么文学性，什么意思？这话很深哦。但是有同学只要敢举手讲，我绝对不会讥笑你。我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人。你可以看我嬉皮笑脸，我绝对不会骂你。勇敢的站起来讲，让同学知道你很勇。哦，有，终于有了，我就知道你们很厉害。来，有同学讲。让大家可以欣赏，觉得那部电影可以让自己欣赏，觉得它有那种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吧。很好，这位同学几乎全部答对。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非常接近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讲一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一定是小说改编。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个小说写得很棒，对不对？比如说小说写得很棒，它改成电影之后，它可以拍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个电影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不保证这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就是真的答案，就是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小说改编哦，是不是小说改编，它都可以拍成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那通常充满文学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我们看一部电影，而且讲的故事讲完了就没有什么让你能够再回味的。可是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通常你看他电影，你看他导演的镜头、他的语言、他在说的故事的时候，他通常声音跟画面是非常巧妙的配合，让你觉得有一种空间的想象。他甚至有时候拍个空镜头，镜头是空的，一棵大树，什么都没讲，可是下一个镜头就拍一个人走过去。他会靠剪接的力量，让整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想象力。你看完之后觉得这电影拍得很美，这个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树啊花，就是很感动。这感动不只是讲故事感动，他真的是用电影的语言在处理一部电影，它充满了文学。比如说他的旁白写得很美，他的旁白充满了诗意的旁白，在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故事，你看完感觉这个东西充满了艺术。刚刚这个同学打的几乎是100分的，所以它充满了艺术性。那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跟它的美术有关。现在我就准备放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纪念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一群很年轻的导演，他们拍了一批很好的电影，这些电影后来陆续到国际上去得到很多奖，让全世界人注意到说，原来台湾这个地方有一群人拍过一些电影非常好，它非常好，是充满了文学性。那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个，我里面会有个纪录片，在介绍这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它每部都讲一点点，所以也许故事你不太知道，可是没有关系，你努力的欣赏这些电影里面的所谓的文学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是小说改编的，有一些不是，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安静的看，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在20年以前，有一场革命，台湾有一场电影革命，是来自于文学的革命。这个文学革命就是有一群文学家跟导演加入了台湾电影工作，使得台湾电影在那一刻开始拍得非常好。里面会出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白鸽计划，那笔记本是我的，所以各位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写这个字是我的字，然后你会看到我在里面也有讲话。那整个是一个故事，它是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如果各位看到有点想尿尿啊，想受不了的时候就举手，那我们就停一下，给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纪录片放完之后，下午我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开始跟各位正式的开始根据这个纪录片，我开始聊一些文学啊、属于电影的事情。
那我们就开始放这部电影，好不好？这部电影叫做《白鸽计划》，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记录，非常非常深刻，一般人看不到。谢谢。讲师介绍，我们请国一12班李正汉同学来为我们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国一12班李正汉。今天我所要介绍的是我们最敬爱的闽剧作小野老师。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国一新生，但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加入新国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刚好所碰到了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学营。盼了又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小野老师的创作范围非常的广泛，从小说、散文、童话故事到电影剧本都非常的杰出。大学时代，小野老师就以《勇之声》《试管蜘蛛》《生烟井》等作品广受外界的瞩目以及好评，还曾获得《联合报》的小说首奖以及等等的文学奖呢。小野老师勤于写作。他曾经为了儿童以及青少年写了儿童少年文库系列的家庭亲子幽默散文，例如《猫头鹰家里蹲》《小野童话》《痴狂老宝贝》等等，这些都是我百看不厌的书籍呢。小野老师也曾被受聘为台视节目的总经理，他创作了许多的本土戏剧，例如流氓教授、望乡、名扬四海等等，而且他还创作了偶像剧，有《吐司男之吻》、《再见萤火虫》、《薰衣草》、《极速青春》等等。小野老师不管是在舞台上、电视节中，都有非常傲人的成就以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管做什么就像什么，所以总而言之，小野老师真可说是太棒了。现在就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小野老师吧。我也没那么棒，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了，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了，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今天。
打电话问一下。社会动荡，铁路在修复的建议，我只可以200种的成绩告诉最多数的老百姓。我的宣布建议，完全是为了保护你们。老兄弟，我们而今美国政府和不断和新手，提供内斗之力，本来种种之事，经片面决定断绝中国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高雄暴力事件当天晚上，游行的队伍回到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前面的时候，他曾经向群众叫嚣：“今晚我们胜利了”这句话。林宇中控诉了。与会人士都认为，目前是国片有史以来最不景气的时候。港片和外片的侵入，加上录影带的泛滥，使独立制片几乎无电影可拍。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现在是重新开始最好的时机。春天的花开秋千中，冬天的月牙，忧郁的青春年少。我来中央电影公司上班在民国70年1月，所以来到现在差不多20年左右。民国70年到民国77年，正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10年，因为这10年刚好是台湾面临快要戒严到解严的过程，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代。中卫公司这一部老剧场，要改造不是很简单的事情。5年增长，我也花了4个多月做出它。而小叶我同学花了1年多，结果呢，他是针对北京呢，把国民党的党纪啊就失去了。而那我也指他呢，现在要恢复党纪，恢复党纪不是一下子，要一层一层的往上这个进行啊。这是每个人我都不容易，人才要去求。那小叶5年增长干教育啊，像这个还有以后还有这个年轻人呢，都是求着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以前在中影的时候，侦探美剧院一定是演西片，中国戏院一定是演我们自己中影的首轮的主要，好像旗舰戏院，后来被大家认为是台湾新电影的那个第一部的那个《光阴的故事》很好笑，就是大家都很不看好，所以就摆在中国戏院，而且只排了1个礼拜的档。我当时完全被骗，结果这《光阴故事》一上场，那个票房非常好以后，我就跑去找总经理明记，我说明明票房这么好的，怎么被人家出卖了？欠了1个礼拜而已。那因为他是总经理，所以他有点权利，就强迫当时的侦查美拿一个星，就把它变成来演《光阴故事》，所以才演1个礼拜多。以前都会是做这样子，然后念真吴念真坐我对面，然后我们俩在那边做了8年哈。谈到过一个笑话，就是看到互相越看越讨厌，越看越讨厌以后，他说：“哎呦，我不要跟你们那边做了。”就屁股转过来，他就跟着我一个人做这样，他屁股对着我这样做，里面说两边就是背对背这样做一次，他就转过来，然后在我这个背后贴一些裸体女人的照片来，就他觉得做的很闷嘛。所以他把他喜欢那些日本女明星啊，
对，他不要看我，看后面。我记得我父亲说蛮天真，就在一个笔记本上，说自己还不到30岁以前，我要绑弓箭，绑这个龙，希望自己肚皮比较大起来，希望自己打败封建，打败什么，然后有一个白鸽计划。就说进去之后，我要开始号召这个台湾的所有文化界的人，号召这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来听到这个机构做事。然后可是吴念真就抱了比较悲观，说他已经做了半年了，什么都不成。他说这个机构根本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停顿状态。你进来之前，他已经做半年的一句话，都做不了。我这个后面讲是老长的，我总是想透过电影表现健康、但是你要很愿意去看到这个花钱节目，这个我的这个关于他就生出的一个人的成长当中来。把一些社会的他的现象结束，大概是这个概念。那这个是电呢，是肺炎的，这是我们说啊，就不去讲这个，那哪一个等于一定会因为首先说这个包括这些。太阳的这个都不可能接受我450万的也就是这个5任务，所以呢，我说你们这个直接组织上，正常呢是为严谨，真的实践这些。关于的故事，我们就写一个是唐阳整个台湾国民政府多么的那个德政。台湾从经济起飞，从我们童年时代如何进步到现在，这完全是拍马屁的写法，就是说我们要拍一部发音的故事，然后预算非常低，然后4个导演拍，目的是拍表彰这个政府怎么样在台湾的建设。他这样写是被过的。他就是这个是说服文工会说，我们现在不拍片不行了，因为我们公司那么大，我们怎么可以拍很便宜的？而且又可以用这些年轻导演，然后预算这么低，就算我们失败了，我们所能够赔的钱，跟前面来比的话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定才400万，就全部赔光才400。那我觉得他们终于没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拍。那你觉得我现在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2种类型是非常流行，一种就是童谣文艺电影另一种就是军教电影。那军教电影很早已经出现它的长路之末另一方面呢，童谣文艺电影一直差不多到作业之上出现它的真正的瓶颈那这两大类型其实全部垮台了。到现在我们看到1981年，其实整个国片开始全面在评价上面，甚至在那个票房上面全部倒退。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片量从非常高的片量一下子就掉下来那跟着冒出，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电影剧本审查通报的方式。所以就会跑出一堆比较古怪的社会学事件，尤其是在黄旭金的上海社会大案之后，那这作品其实可以算是加速旧有国片制度的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本来的电影人开始唯一一个工厂做的事就是去看如何拯救国片做产品。对。电影界人士在会中沉痛地诉说国片的现况及发展。明细说，目前的电影不重视主题意识，只追求快感刺激。李行说，他正闭门思过，希望顺利度过困境。赵宁说，要尽快建立国片在国际上的地位。其实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工程就是大要，他那时候跟宋承寿做11个年的故事，那他们打算全部
部用电工作人员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大概1半以上的导演都没有拍过电影电视。当然，那个11个女人变成也是一个激发。然后小野文先生他们正好在选导演，也是从那些作品里面挑出。我认识这么多年轻的副导演，还有很多从外国回来的这些年轻人，那几乎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取代现实的导演，因为那个时代的导演，那也没什么机会。那我也想说，哎，说不定你就来做一个电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至少风险比较小一点，利润比较大一点，因为那个是在那个时候用这个方式实验做实部，所以那就是改造。大胆，我不晓得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要不懂事啊，或者无知一点啊，才可以闯出一个天下，因为你才有那个勇气嘛。你不然的话，你太会算的精准啊，你就真的做不出一个新的尝试。那后来那个结果，我自己很惊讶，可以说老实话，我讲惊讶的有没有这么好？哎，怎么那么好？而且可以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讲11个女人，有时候会在提起11个女人。那我自己是真的是蛮惊讶。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做那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你做出来的成绩好，而是那个精神，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团结的那个力量啊，是现在见不到的。我们把那个时空拉到那个20年前，那时候在拍那个《光阴的故事》，那是电影。如果现在跟你提那部电影跟那时候拍摄的环境，你现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第一个感受或者那个现场，那个画面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倒是现在都还不能忘。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开店的时候，当天下午就开不了戏，就已经快打起来了，当时就快停拍，因为摄影师。灯光师，然后他们就气输出，然后跟导演不能沟通，他们就会觉得可以停拍了。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的电影环境生态里面，突然放了几个毛头小孩子，突然间觉得你要听我的那个感觉。那么相对的，其实那个影像是一个很大的象征，你已经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那么那个全然的要改朝换代的感觉。其实《光阴故事》最开始，其中一个导演是我，突然间跟我讲说，你对不起，不要当导演，你当演员。但论资格论这个名气的话，一定是我比较大的。可是我当然真的是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好。然后他跟我讲说，我没有什么钱啊，你演那一段，你要穿个内裤走来走去，张一那边那个张一来跟我讲故事，穿个内裤走来走去，你不会有什么接受的地方？我说没有啊，我说钱很少。我出了个10万还是20万台币，忘记了，可能很少的钱，反正中影开价一定是先杀你1半以上，那我也觉得无所谓，就说好，你只是觉得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出来，是很快乐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做完《光阴故事》，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整个创作，有一个人是，我觉得他应该在。新电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亚瑟他。那时候我们拍《光阴的故事》，那他4段4个，他中间就是一个一段死亡。那我相信他那个东西刺激了很多人，就是他用一个简单的题材，一个隐身之兵的一个成长过程，但是他对感情描述的细腻。跟一个新的结构是去说故事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会让很多人，包括像我讲包括我这样都会刺激到，就是说居然敢这样子做。那很多人心里面想做的，就突然间会在那个时候宣泄出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自己
我说也许你像我在中午是离我60岁，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在中午待了差不多8、9年，然后突然会发现有一票年轻的，然后跟以往的那个导演不一样，非常的清新，然后非常的坚持，讲一句话就是每一个都是很硬的，很硬的，然后他们带进来了新的事情，就是像侯导，他也会接触一些，侯导他会看到这些新朋友，侯导是一个主跟主导的导演，往往从来跟导演就是，因为他以前都是穿的鞋子和后跟那个材质，永远提了一个蓝色的包包，有点一样，永远穿那一条颜色的裤子，就可能发现他是一个很土的人，可是他某种程度他也被这些朋友交往中间他们的观念带进来的观念，他也觉得很类似，他会觉得电影的空间是那么大。他们在国外学的是观念，是电影的美学上这种解释。那这个东西你说真的很重要，有一点分享，其实你也很难弄清楚，因为你要弄清楚的话，什么时候？何必弄清楚？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就好。但是它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你懂我意思吗？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这变化就会让你产生好像觉得你已经了解了什么东西。第二自己呢，就是小弟，就讲完了。小叶子，我说我一看到以后，马上这还今天讲这个小叶子，我说来，不是这个不错，回去发现。现在我们大概有10年时间一直去思考，说是不是台湾的电影形式就是这样？就是3跟2的下降的，包括导演的就拍的这样，是不是？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一直也在想这件事情，一直去尝试它。这东西我们也一直在修正它，一直在尝试。但是呢，如果说小弟都是早5年拍的话，我相信他也没人看，就会被掩盖掉。所以我一直讲这个，那说，终于这些电影都一天就上，一天就下了之后呢，那一推出来之后呢，就那个。所有人都怀疑，但是我们自己一点怀疑都没有。我记得是橘色的小壁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部电影对你的意义？实际上，那个累积了蛮长的努力跟经验之后，一个非常小品，但是它基本上它是爆发力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小屁故事的完整的从初稿因为它出了好几稿，在很多过程中间非常剧本，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这位是我们班的新同学，毕楚佳，是河南省密县人。我不是毕楚佳，我叫林楚佳。林楚佳，你不是毕楚佳吗？老师，他跟他妈妈是礼拜天才跟毕波波结婚的。是我妈妈跟他结婚，我又没有跟他结婚。今天上片，你看，夏令中国戏院，一条用雨伞排成那种宣布，来到大一些下面的台阶要去到这些，那你也跟着进来看。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在戏院门口看手机上面挑，因为今天这个电影怎么转，所以国导啊，一个他们都有在对，大家看都很对。你看彩票看电影，那么好看，然后学习观众那么投入啊，然后走出电影院那一刻，你突然发现
因为所有人都认识你，然后所有人都对你好有像。小弟的故事，上面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台湾蛮厉害的。那个时候跟侯导都忘记，真的忘记了。当然有理想啊，当然就是说颠覆嘛。那时候你们也想颠覆？当然颠覆啊。那时候颠覆什么？没有，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的，就是说喜欢电影嘛，那拍出来好看嘛。谢谢。以上为证，枪手感谢。哎，向前看，向左转。拜托，给点面子好不好？你们会不会喘啊？哎，向左看，去！主任描述的是这种东西是真的蛮有意思。那个男的有一个豆豆高中，有一屁股坐在我们办公桌上，最前面的一张朋友，他有两个个子比较一般的男的，一个头发比较正常，一个头发卷卷的，然后就是在他旁边围着，然后接着来了一个，然后当时在打骂中，哦，接着骂中。然后中间当然带了一些脏话，就咆哮了一阵子。我才觉得那4个非常不礼貌，因为他完全不懂我。但他没有看到你在睡觉。没有，他们进来就在一个很熟悉，但是他们似乎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又很放松的状态上。他就我在那听到底干嘛？我听他们在骂什么，讲什么，我就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后来他们抱怨了一段以后，突然就想到，好像他们在那干。你就一次往我的方向看过来，说：“你会放电子吗？”然后我说：“那就不会有电子，我们要看一下比赛，看一下这咖啡。”那我那时候还年轻嘛，完全没有办法招架的，我会，然后就把那个电子就拿中网16厘米的放映机就放上去。那个片子就是小弟自己的广告片，好像是小弟自己的，然后。我突然才发现，然后我看的时候就，因为广告片其实就蛮好看的，所以在重要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自然有一些笑声啊，或者跟着那个片子前面。才发现那个卷毛我就想说，好看吗？我说还不错。后来他们就说了，我就开始就没想这4人到底是谁啊？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这4个人是谁，可是我觉得那个卷头发呢。应该叫侯孝贤。然后呢，另外那个高的，我后来说他叫陈国华。啊，另外一个讲话脏话很多，那个叫张华坤。另外呢，那个女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副厂去。那这个画面其实在后来我都很重视。下一部戏呢，这个世界一做这个，就是这个嘛，2次大战之后，当时。黄春金先生写的正是有些作品上就是有这种当时大陆对于黄春金先生他的这个印象就是不能够跟政府非常的清楚。我就觉得，如果是去建设打压、造福人，我们这个沟通。我们就发现，很抱歉，那个麻烦影片稍停一下，影片稍停一下。有没有人开始受不了这种？有没有人开始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实在太没有啊？不懂普化同学他们在啊很冷的，很冷我就没办法了。那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上那个人，你们认不认识？叫做侯孝贤。侯孝贤就是其实你们现在看这些人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就上面有些导演年纪比我大一点，或者说
跟我差不多。这些导演在我们故事里面呢，原来刚开始都很年轻的，差不多30岁。然后经过了20年的奋斗，这些导演现在在国际上都很有名。像刚才有这位侯孝贤导演，他有名到他在法国的时候法国人做调查说，作为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现代法国人，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读什么书？你要看什么电影？其实看电影那天他们写台湾的侯孝贤最高票，所以你们很难想象台湾的导演对法国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吸引。他们做问卷调查，我刚才讲过，最喜欢吃什么？就是竟然看电影那一项是要看台湾的侯孝贤导演的电影，还是有最高品味的法国人。然后他的电影在法国的票房是台湾的20-30倍，他电影一拍出来在台湾必须是卖200万票房，在法国可以卖几千万台币。所以这些导演是从台湾开始拍电影，渐渐走向国际，他的电影慢慢代表台湾出去，让欧洲人、让欧洲、美国人认识台湾。所以这些人的作品，我为什么特别跟同学分享，就是因为他的年代有点久远了，可是他的电影语言各位可以看一看，他跟你们平常所接触到的电视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他比较慢，他比较缓慢，可是每部电影都慢慢的在说故事。你注意他的影像、他的构图、他的色彩，其实每一个镜头都很像一幅画。所以我其实是怕你们看这个很沉闷，如果你们不觉得沉闷的话，你们慢慢欣赏完之后，也许下午我们还有100分钟的时间，我跟你们慢慢聊这个，好不好？有人受不了要尿尿，我就举个手自己从后面去，好不好？那因为刚刚是要拍摄，所以我也借此让大家休息一下。现在刚刚这位侯孝贤导演就谈到拍《儿时逃亡》的时候，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就终于爆发了一件我们要被人家修理的事情，因为他拍到了台湾当时非常贫穷，而且拍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时候美国人在台湾是军队驻扎台湾的，所以这个时代距离你们很遥远，可是就是几乎是我的童年。他现在就聊到那段时间，我们怎么样被整肃。那这个是一场电影革命，那继续往下看。所以对台湾这之前的有这个台湾经验或者内容比较清楚。就像我们也看所以你会有一个从你自己成长经历为出发的一种记忆，从这一块去做成很多的经验。这是像另外有一同学。他说你们这短的能量了。后来看了一部《儿子大》，大约是我第一次看的，去看了一部3段式的介绍。那部电影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每个故事在它结尾的时候都令我很震撼。比如小鸡原来很好，刚刚帽子背着，然后看到他手上拿，然后连接在那个卖那个帅哥，看起来故事非常视觉上就感受到很大。谢谢。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医，我就打零工，等于暑期去在他们小店中医里面，怕他们也是4月工的，他们就找要拍这个很差的。这个之前因为我有一部片在美国拍了一部片，参加金穗奖的这个，所以他们从那边找到拍这个新导演来去拍片，所以他们就很常说。有没有兴趣拍电影后有3段东西，王春明的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回来，还在打零工的阶段，那当然是还好。苹果之味最恐怖就是金明被美军放到都还很高兴，因为
他被北京撞到时候还可以到医院，在美军医院吃苹果，但真的非常统治台湾那个年代的贫穷跟美元，跟受美军的支配，拍出来之后，没想到那部看片就有日子，立刻有一封检举信来了，一个来自影评人协会的检举信，说这部电影怎么会拍成这样子？到时温哥会里面开了10个小的短信平台，你就会用来了以后，就在这边上看，在平台看大家，所以当时就这个建议，温哥会里面就讲，把这部影片配比的很厉害，几乎我在这个部分程度。早期的小叶5年开始参加，几个导演没进去参加，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所以5年正在里面呢，就受不了了嘛，中国有点跑出来，所以完了，你看一看，这电影，这个天才5年就是劝我不要去，因为我非常冲动，所以他经常是在外面，对不对？看完一个出来，记得好像5年就出了，会觉得很方便。为电影为什么到了这样？这样万达好像对社会的那种，它是一个愤怒心理，所以家庭有这个，还有第一部戏，把我们办公室的垃圾都快递给掉。我说不谈，那个热我会乖，因为他很生气。他生气就听了这种，因为他没得发泄啊，不然他能赚。我说这个不能弄，那个不能送，这个是。可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观念，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导演在拍那个这样的话，但是活生生的开始好像把文学、社会、政治的东西都加到里面，里面是非常丰富，而且不再只是谈好。现在囡仔，我听清楚哦。这样人家推广讲，咱有偌济钱啊？我大概你也是请一个提醒起来，有听无？有啊。爱去做刚刚收收起来，肯定我袂歹当负责的哈。好。阿爸，你是说阿多个推车，想解决，你个钱有？哎呦，要想啊用啊，你是在讲啥的啦？你娘嘞！你也别忘了去选择阿多个车去弄我。可能是别的。所以，我看到那个风景以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作品，大家说，我当时我查对吧？他说，因为这两个，第二天出来，因为他也是也是很痛，所以他把它蒸出来，再加上中国把它复制出来。这部电影因为在修剪嘛，我们为什么？就是回到我刚才讲说，整个台湾很压抑，正在找一些议题来发泄。那之前我也知道这个时代，终于我们跟国民党政权之间就碰到一个最临界点，因为小弟的故事、关系故事还是不没那么敏感，可是儿子他绝对是一个试金石，一次失败的话可能就完蛋，我会被驱逐离开这公司。如果是成功的话，可能台湾社会会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之前我就开一张大龙照，就找了一群导演，就是侯孝贤、万人、郑兆祥，我跟吴念真，还有做音乐的这个温荣俊，我们就自己拍一张大龙照，悲壮，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遭遇到媒体很辛苦或者被围剿，甚至是被将来被留念或者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新陈代谢，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话题。我想要不然就是这个老人化的一个定位的地方的话，我想新人永远是他我们在拍大轮回，82年、83年就是东影也拍了一个儿童大轮回，有小钱了这个万人、郑少霞、3人的山寨，对我们老一代的大导演的这个白景瑞。胡金铨跟我们3人大轮回嘛，我戏称他是一个老少对决，老少对决把我的老一代打败了，
也是初始的这个新锐导演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到那个时候，新锐导演的形成以后，它变成一个气候以后，就是这些片商也就像赶这种流行一样，这老导演价钱又高，架子又大，脾气又坏，拍出了电影还不一定卖钱，那干脆找新导演，新导演价钱又低，拍的东西又好，结果年轻的导演那时候就是变成一种流行。我们女人将来离家，所以要会节俭。我来教你，譬如说早上去买菜，菜比较贵，你不要去买，等到傍晚人家收摊的时候，你再去买。将来你命好，叫他好照顾就好；你命不好，你要自己会打算。简单讲哈，廖慧英的小说《牛郎太子》获得很大的肯定，官人开了以后，其实廖慧英其他小说也会被其他商业电影同样把它改编成不管是《不归路》啊，或者这一类型，就比较强调女性的情欲，那强调的是好像是走同样的风格，其实是新电影创造了一个风潮。这个风潮呢，流风所及，使得商业电影也跟了进去。但是商业电影跟进去之后，并没有跟到它自己所要的那个环境。所以呢，一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它的流风所及是集体的沉沦，而不是更大的力量上面的一个往上的爬升。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大家都在做新电影同样做的事情，好像这一股风潮都是新电影做，但不是真正属于新电影的精神符合新电影的做法，其实还是少数那几个人在做。那其他其实商业组的只是因为看到了媒体愿意报道这样的东西，而且也卖钱，所以大家一窝蜂的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实也有很多都是失利，那这个失利的其实就一窝蜂全部都推给都是新闻剧场人搞出来的，但是不是？我特别强调，新电影从问世到后来，一直它在台湾的国片生产量比例其实就是15%左右。这15%的影响力能够占据全部的版面，就是因为他的确他在意义的讨论上，在表现上他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所以电影前一段落是跟社会的整个变化，因为台湾那时候是遇到一个经济大量的转型，就是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兴起还有这个物质文化的兴起，还有音乐社会的逐渐转型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结构下呢，造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上的时代，就是新的知识分子新的中产阶级诞生以后，他们都被要求某种新的一种文化上或思想上或生活形态上的改变。那这个中间很多包括思想上的革新或者某一种解放。就说这些年轻人，他觉得过去拍的电影跟我们太没关系，他现在要拍一些电影是跟我们本身熟悉的东西，就是我们过去或者所谓成长或者当今的一些状态，跟当今当时是怎么拍的。所以包括你看到儿子当然我的事情，就算有一些比较这个低收入的人阶层的房子露出来，政府不会觉得他紧张，是会对政府形象不好，因为政府的公共电影是一个宣传，电影要拍的没有那么快，对我们的国家有良好的形象。我想这个新电影初期全看出来，我用它在用那种非常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想我们老一代的所谓的写实可能是一个选择性的写实，像健康写实就是选择性的写实，就是考虑到大的环境，人性的这种悲观有的时候一直想要回大陆，跟着政府来了去，后来慢慢觉得一年一年有希望，所以那时候田中先生所倡导的这个健康写实，他就是把一些黑暗面尽量都扬弃掉，来表扬一些光明面的东西。扬弃黑暗面，你上次讲是觉得在那个年代里头是可以安抚人心的。对，就觉得好像其实到底能不能安慰一些答案还是要打个问号。他这种想法呢，就是要给人一种希望，这种明天是美好。实际上当时是受到很多的非议，就健康不写实，写实不健康。
那我想后来我们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导演非常能配合政府的政策，因为那个时候刚到台湾来在推选国语运动，所以我们的拍那个写实，我们通通用国语。后来到新一代的导演，他所写他的所谓的这种写实的、求其真实的话，就是本省人他就讲本省话，他讲不标准的国语，他讲标准的台语，这是真正的写实、真实的写实。而我们那个时候就把语言当成是一种工具，就是让你能了解剧情，懂得我说什么，而不是这种写实。你们啊，我进来了，我看头发呀。好。哦，你知道我爸去看了电视剧，看完的时候跟我讨论，他多么开心，他已经多久没有一部完全他不用看字幕就看得懂，听那个声音，听那个，对他来讲非常亲切的一个。你没觉得他里面所接触的那个台湾的现实或者真实的面向，已经是已经不是历史，童年往事讲的是我教点的客家的，我觉得是蛮丰富的。当代的，对我来说是很丰富。好啦，人就睇到住，唔識住，嗰日婆爸嘅，都當內做住，喺行住步路啊，都當嚟玩下嘅，大家都知道嘛嘅，難嘅咯，阿婆當然政府同該出現啦。我们的生活是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嘛。童老师拍完了以后，那种简直是批评的是大黑。那我也是笑一笑而已啊。就是什么布希导演啊，什么胡子挖皮的那个缠脚布啊，因为童年他基本上概念是反攻大陆这件事情是死亡的，然后就像那个老祖母相对应不看，所以那时候反而被围剿。但是相对的那时候也可能比较松动，现在还没有解决。但因为这个也是装在电影里，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民记它其实有一种强悍，你知道，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民记等于是找一群这种这种对年轻人，然后有这种新想法的，然后他完全就是支持他就是他基本上你看，他要耗很多精神去化解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还有文工会，盯得很紧，所以那时候其实批评同学很多。但是我记得我收到一封信，《民生报》记者寄来的，他们很多人签字，支持我这个同学，你懂我意思吗？你就知道说，其实我说出了一个某种事实，是某种大家心里面的。你一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童年那个拍摄过程，就是那种自己想往前冲撞啊，所以那个现在想好像还是英雄出少年啊，胆子比较大，比较敢尝试。而且那时候我开始跟何亮合作的时候，我常常担心我所想象的跟他的距离在哪，所以我每天要花很多心思去想象他想什么，我好像变成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你去想他大家想什么。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
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民国38年，我父亲调到台北教育厅当督学，那时候我们住新竹。我父亲又是那么身体那么不好，然后两袖清风，那个钱又那么少，他要去负责这8口，你知道我母亲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没有投诉的对象，没有他的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他的朋友，那我母亲她可能，你一定会产生一种焦虑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会得癌症，我感觉了，他会得癌症啊，或者他以前如果这种种种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跟一个到了一个抑郁的一种心情啊，没办法疏解，不知道怎么回去。那我祖母呢，因为他已经年龄很大，他已经剩下的那个他的那种完全自己残留跟认为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他已经忘了他是坐船来的，他可以走路就回去了，你知道，我要回去了，就好像在隔壁一样，他就要回他的这个无限去，啊。那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讲，基本上在这里长大，你懂我意思吗？你完全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这块土地重新来过，这3个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你像，其实很多深刻的记忆，甚至然后两个人拍那个房子，就从分上走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不容易闻到，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天气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上山的车不行，你就加油了，那车太快了；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都可以这样子，就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那东西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是很充实的生活，他们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那种推翻，因为有一些新发展的。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快的最快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里面的刚好聚在一起，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所以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是也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立场呢没有自觉。电影做不方便，特别多，他们文化，反而是大概我们第一个坏的就是他们的他的口音，经常都死人，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信，
那个机会是300-400，矿物是300-400。这样的类型哈，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热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听说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在最后关键中必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他们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在那个时候拍这个片，看了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然后只当一通电话打错、找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杨洋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到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说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的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我很多一线电影都然后电影的那个麦克又接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像第一城电影这边成立分众然后第一城的东西进来，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片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少，他们宁愿拿钱去买香港的电影，帮助。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商的。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死命，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一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拉到一个通的地步，这都是个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产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映，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是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片，我就重复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告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片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 cable 了，cable 台在他一个上片就做出广告，在他上片的第2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只是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
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明显的、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会用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就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白热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样讲，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评论界的社会的很大。我觉得不超过的那个，因为新电影的题材完全是很不同的题材，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想把新电影不好，把它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想。后来就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有一篇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跑法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杂志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用电子太多的同类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看来看去就是这样，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众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是怎么参与？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那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帝，谁是教授，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而发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一部电影来看雷子芬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人马戏》，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影响台湾新电影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不算。依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可能也是所以票房就是被侯孝贤拍，只是明星才跟走。其实明星他为什么走？因为没有票房，所以去香港。所以这批人呢去找一个新的根基。我常说你会不会到我们先放到这边，我跟大家再谈个10分钟，我们第一阶段先结束。刚刚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两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就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要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那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这个在座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所以刚才还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被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它不好的。那他也访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说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
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人家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到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好，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杂一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算了，我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往门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人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怕他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制造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子。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参考画面，什么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骑
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个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到很多部分，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就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哦，在一个女孩前面他们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日子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啊，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啊，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刚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完。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拿些衣服备来，站这边一下。好，谢谢。 听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 好，
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啊，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就前方大门这边来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好。这个车是谁的？哦，让我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的出来。对老师，看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
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坐在车台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编辑社采访组的同学，我是。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然后说没有一个有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资料看小野老师你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的，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背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
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问题，你的第一部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是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啊，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少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问题，就是制作像《帝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南之吻》，让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着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
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演。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之后说，我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和期许之类的？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譬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过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没看过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那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的朋友？那可以请大约介绍一下里面的内容，那它为什么值得我们看？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
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就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
鼻子啊，就他可以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个功课，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的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这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那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是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
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积极向进。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心里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哦。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野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跟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就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的，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那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街上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南北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
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的，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喂，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很悲伤也是主题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一只牛然后旁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
然后他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译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三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三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三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哦，终于找到了，第一幕是寂寞，第二幕是绝望，第三幕是希望，第四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哎，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怎么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你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我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然后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在前面吧。找一个协议副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副长来。
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啊，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雨老师签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也没那么棒，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我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这边，就是感受到这边的同学都是蛮热情的。上一次 SARS 的时候，这个活动就往后延，然后我就收到很多同学寄卡片来，我就觉得哦，这个太热情了，下一次一定要来，不然会怕你们太失望。今天上飞机的时候差点搭不上飞机，因为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只剩下一张票，他说这张票是坐在那个空中小姐隔壁的，要面对所有的人坐，你要不要上？我说我一定要上，坐在飞机上面我也要上。坐在那个驾驶座的隔壁，我也要上，因为我答应人家来演讲，我不能不上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个飞机最前面，面对所有人，啊，就一直飞到这边来了。到了嘉义水上机场，打电话给我老婆说，老婆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可是我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差点上不了。我面对所有的人很尴尬，我说不会啊，你为什么不对飞机里面先演讲？你在飞机里面先讲一遍，说你要去那个新国高中学讲什么东西，对着飞机的这个客人讲一遍。我当然是没有讲，我就坐在这边装死，眼睛闭着，假装死掉这样飞到这边来。然后今天来跟各位想谈的一个是很有趣的题目哈。那这个题目其实我曾经就在最近刚刚才去过一趟德国。我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展啊，就国际书展，全世界的人都到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展览他的书。他们做一个题目叫做“文学改编电影”，文学改编电影这样一个题目。请到那个德国的一些作家还有电影工作者来演讲。我是唯一从亚洲去的，我是唯一从亚洲被邀请去讲的。我要讲的内容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题目，所以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内容可能跟我去德国去对着全世界的那个大人所讲的题目差不多，但我希望这个题目不会太深啊。那在演讲之前，我想问几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哈，看同学来回答一下，我们再开始看一部影片。你们觉得哈，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哈，在人类发展的文明里面哈，是先有文学，还是先有电影？文学。太聪明了，因为你们是资优班的。好，第一答对了，一定要先有文学，因为文学的历史很长。1000年以上，有文字以后就有文学。可是电影呢，只有100年。全人类的电影从第一部开始拍到现在只有100年，1895年，正好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那一年，所以也很好记。是什么时候有电影呢？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电影。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有很多纪录片留下来，因为开始有电影了，所以刚好有些影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历史只有100年，是人类的文学历史有几千年。第二个问题，当婴孩睁开眼睛啊，当你是婴孩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先用这个视觉看这个世界，还是先用文字描写这个世界？视觉刚好相反，刚好跟第一个答案相反，对不对？第一个答案是人类先有文字，才有电影。那第二个题目很奇怪哦，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眼睛看到的世界。我们现在很难去问一个婴孩说，你看到什么？因为他不会讲啊。你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当初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什么？你睁开眼睛你看到什么？
谁可以回答我？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眼睛看到什么？医生那个丑陋的脸，对不对？或者护士那个很狰狞的脸，应该不要这样讲，应该说护士和蔼的脸，或医生那么温柔的脸。通常医生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一张脸一直哎呦，好可怕，对，应该不会长这样的脸。不管是看到什么啦，但是你记得，在你还不会写文字以前啊，你都是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用耳朵听。你不会写字啊，你也不会表达，只是你都用眼睛看，耳朵听。这个其实就是电影。电影其实是努力的把人从本来用文字描写的世界，又转换成影像，对不对？他努力的把这些文字写的东西，剧本啊、小说啊，又把它拍成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你眼睛看到的画面啊，画面剪接啊，一直在动啊，开始演故事啊，就是你们要打开电视，你们看电影，电脑上打开荧幕上的所有画面，这个视觉的东西，都反而是人类在一诞生后先看到的。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话，其实是把小说的文字的故事转换成人类更原始的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就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发生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中，曾经有很多人拍过很多电影，可是这些电影到了国外去，别人都不觉得他拍得很好。终于有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试着开始用他们的想法去拍了一些电影，拍出来的电影人家觉得非常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拍出来的东西充满了文学性。现在我问第三个问题了，问完两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问第三个问题，这个电影拍出来充满文学性什么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你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你说哦，这个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你听我讲这话，听起来很深奥哦。这部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有没有同学很勇敢的起来回答我？错了我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对了，我赞美你；对一半我还是赞美你。有没有同学试试看？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哎，这部电影拍的充满了文学性。那这部电影看了，哎，没什么文学性，什么意思？这话很深哦。但是有同学只要敢举手讲，我绝对不会讥笑你。我是一个很会鼓励的人。你可以看我嬉皮笑脸，我绝对不会骂你。勇敢的讲，大家讲，让同学知道你很勇。哦，有，终于有了，我就知道你们很厉害。来，有同学讲。让大家可以欣赏，觉得那部电影可以让自己欣赏，觉得它有那种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吧。很好，这位同学几乎全部答对。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非常接近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讲一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一定是小说改编。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个小说写得很棒，对不对？啊，比如说小说写得很棒，它改成电影之后，它可以拍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啊。它这个电影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不保证这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就是真的答案，就是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小说改编哦，是不是小说改编，它都可以拍成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那通常充满文学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我们看一部电影，就讲故事讲完了就没有什么让你能够再回味的。可是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通常你看他电影，你看他导演的镜头，他的语言，他在说这故事的时候，他通常声音跟画面是非常巧妙的配合，让你觉得有一种空间的想象。他甚至有时候拍一个空镜头，镜头是空的，一棵大树，什么都没讲，可是下一个镜头就拍一个人走过去。他会靠剪接的力量，让整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想象力。你看完之后觉得这电影拍得很美，这个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树啊花，就是很感动。这个感动不只是讲故事感动，他真的是用电影的语言在处理一部电影，然后充满了文学。比如说他的旁白写得很美，他的旁白充满了诗意的旁白，在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故事，反正看完感觉这个东西充满了艺术。刚刚这个同学打的几乎是100分的，所以它充满了艺术性。那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跟它的美术有关。现在我就准备放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纪念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一群很年轻的导演，他们拍了一批很好的电影，这些电影后来陆续到国际上去得到很多奖，让全世界人注意到说，原来台湾这个地方有一群人拍过一些电影非常好，
它非常好，是充满了文学性。那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个，它里面会有个纪录片，在介绍这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它每部都讲一点点，所以也许故事你不太知道，可是没有关系，你努力的欣赏这些电影里面的所谓的文学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是小说改编的，有一些不是，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安静的看，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在20年以前，有一场革命，台湾有一场电影革命，是来自于文学的革命。这个文学革命就是有一群文学家跟导演加入了台湾电影工作，使得台湾电影在那一刻开始拍得非常好。里面会出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白鸽计划，那个笔记本是我的，所以各位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写这个字是我的字，这样你会看到我在里面也有讲话。那整个是一个故事，它是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如果各位看到有点想尿尿啊，想受不了的时候就举手，那我们就停一下，给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纪录片放完之后，下午我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开始跟各位正式的开始，根据这个纪录片我开始聊一些文学啊、属于电影的事情。那我们就开始放这部电影好不好？这部电影叫做《白鸽计划》，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记录，非常非常深刻，一般人看不到。谢谢。讲师介绍，我们请国一12班李正汉同学来为我们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国一12班李正汉。今天我所要介绍的是我们最敬爱的闽剧作小野老师。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国一新生，但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加入新国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了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学营。盼了又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小野老师的创作范围非常的广泛，从小说、散文、童话故事到电影剧本都非常的杰出。大学时代，小野老师就以《咏之声》《试管蜘蛛》《生烟景》等作品广受外界的瞩目以及好评，还曾获得联合报的小说首奖以及等等的文学奖呢。小野老师勤于写作，他曾经为了儿童以及青少年写了儿童少年文库系列的家庭亲子幽默散文，例如《猫头鹰家里蹲》《小野童话》《痴狂老宝贝》等等，这些都是我百看不厌的书籍呢。小野老师也曾被受聘为台视节目的总经理，他创作了许多的本土戏剧，例如《流氓教授》《望乡》《名扬四海》等等。而且他还创作了偶像剧，有《土司男之吻》《再见萤火虫》《薰衣草》《极速青春》等等。小野老师不管是在舞台上、电视节中，都有非常傲人的成就以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管做什么就像什么，所以总而言之，小野老师真可说是太棒了。现在就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小野老师吧。我也没那么棒，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
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了，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了，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今天。而且美国政府和古巴呢和新手，希望内斗这里很来种种之事，请避免决定缓解中俄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高雄暴力事件当天晚上，游行的队伍回到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前面的时候，他曾经向群众叫嚣：“今晚我们胜利了。”这句话，林宇中控诉了。与会人士都认为，目前是国片有史以来最不景气的时候。港片和外片的侵入，加上录影带的泛滥，使独立制片几乎无电影可拍。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现在是重新开始最好的时机。春天的花开秋天春，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我来中央电影公司上班在民国70年1月。所以来到这差不多20年左右，民国70年到民国77年，正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10年，因为这10年刚好是台湾面临快要戒严到解严的过程，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代。这位公司这一部老剧场要改造不是很简单的事情。5年前呢，我也花了4个多月做出来。而小叶我所留的也花了1年多，因为呀，他是对北京呢，把国民党的党纪啊就失去了。而那我也指他呢，现在要恢复党纪，恢复党纪不是一下子啊，要一层一层的往上这边进行啊。但是每个人我都不容易，人才有秋，那小叶无言这个盖正义啊，像这个还有以后还有这个年轻人呢，都是秋的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以前在中影的时候，陈大美戏院一定是演西片，中国戏院一定是演我们自己中影的首轮的主要，好像旗舰戏院，后来被大家认为是台湾新电影的那个第一部的那个《观音的故事》很好笑，就是
大家都很不看好，所以就排在中国戏院，而且只排了1个礼拜的档。我当时完全被骗，结果这观音故事一上场，那个票房非常好以后，我就跑去找总经理明基，我说明明票房这么好的，怎么被人家出卖了？签了1个礼拜而已。那因为他是总经理，所以他有点权利，就强迫当时的真善美拿一个厅，就把它变成来演观音故事，所以才演1个礼拜。以前都会是做这样子，然后练针，吴念真坐我对面，然后我们两边那边做了8年哈，谈到过一个笑话，就是看到互相越看越讨厌，越看越讨厌以后，他说：“小野，我不要跟你们那边做了。”就屁股转过来，他就跟着我一个人做这样，他屁股对着我这样做，里面说两边就是背对背这样做一做，他就转过来，然后在我这个背后贴一些裸体女人的照片来，就他觉得做的很嫩嘛。所以他把他喜欢那些日本女明星啊，都出现，对，他不要看我，看后面。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蛮天真，就是那个笔记本上说自己还不到30岁以前，我要绑弓箭，绑这个龙，希望自己肚皮比较大起来，让自己是打败封建，打败什么，然后有一个白鸽计划。就说进去之后，我要开始号召这个台湾的所有文化界的人。号召这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来听到这个机构做事，然后可是吴念真就抱了比较悲观，说他已经做了半年了，什么都不成。他说这个机构根本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停顿状态。你进来之前，他已经做半年的一计划，都做不了。我这个后面老大哥，我总是讲。透过电影表现健康、但是你要在里面去背着，看到就是发现节目，这个我的这个关于他就生出的一个人的成长当中来把一些社会的他的成长结果。大概是这个概念。那这个是电呢，为背影的，这是背影的。是背影的对吧？这个是讲这个哪一个等于一定会因为首先说这个包括这些太阳的这个都不可能接受我450万的也就是这个5任务，所以呢。我说你们，这个只是叫正常的此为严峻，真的是见这些。观音的故事，我们就写一个是唐扬整个台湾国民政府多么的那个德政，台湾从经济起飞，从我们童年时代如何进步到现在，这完全是开马屁的写法，就是说。我们要拍一部观音的故事，然后预算非常低，然后4个导演拍，目的是拍表彰这个政府在台湾的建设。他这样写是会过的。他就是说服文工会说，我们现在不拍片不行了，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大，我们是不是可以拍很便宜的，而且又可以用这些年轻导演，然后预算这么低，就算我们失败了，我们所能够赔的钱。跟前面来比的话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定才400万，就全部赔光才400。那我觉得他们终于没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拍。你觉得我今天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2种类型是非常流行，一种就是童谣文艺电影另一种就是军教电影。军教电影很早已经出现它的长路之末另一方面呢，童谣文艺电影一直差不多到作业之上出现它的真正的瓶颈。那这2大类型其实全部垮台了。在
到现在，我们看到1981年，就是整个国片开始全面在评价上面，甚至在那个票房上面全部保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片量从非常高的片量一下子就掉下来跟着冒出，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电影剧本审查通报的方式，所以就会跑出一堆比较古怪的社会写实片，尤其是在黄菊金的《上海社会档案》之后，那这作品其实可以算是加速旧有国片制度的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本来的电影人开始唯一一个常做的事就是去看如何拯救国片作产业。对。电影界人士在会中沉痛地诉说国片的现况及发展。明细说，目前的电影不重视主题意识，只追求快感刺激。李行说，他正闭门思过，希望顺利度过困境。赵莹说，要尽快建立国片在国际上的地位。其实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工程就是张海耀，他那时候跟宋承寿做11个年的故事，那他们打算全部用电影工作人员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大概1半以上的导演都没有拍过电影电视。当然，那个11个年变成也是一个激发，然后小野文跟他们正好在选导演，也是从那些作品里面挑出。我认识这么多年轻的副导演，还有很多从外国回来的这些年轻人，那几乎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取代电视的导演，电视的导演，那也没什么机会。那我就想说，说不定你就来做一个电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至少风险比较少一点，利润比较大一点。因为那个在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方式实验做实部，所以他做是改造。大胆。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较不懂事或者无知一点才可以闯出一个天下，因为你才有那个勇气嘛。不然的话，你太会算得精准你就真的做不出一个新的尝试。那后来那个结果，我自己很惊讶，可以说老实话，我讲很惊讶，怎么这么好？怎么那么好？而且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讲11个女人，有时候会在一起11个女人。那我自己是真的是蛮惊讶。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做那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你做出来的成绩好，而是那个精神，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团结的那个力量是现在见不到的。我们把那个时空拉到那个20年前，那时候在拍那个《光阴的故事》那部电影，如果现在跟你提那部电影跟那时候拍摄的环境，我现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第一个感受或者那个现场，那个画面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倒是现在都还不能忘。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开镜的时候，当天下午就开不了戏，就已经快打起来了，当时就快停拍，因为摄影师灯光师，然后他们就气输出，然后跟导演不能沟通，他们就觉得可以停拍了。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的电影环境生态里面，突然放了几个毛头小孩子，突然间觉得你要听我的那个感觉。那么相对的，其实那个影像是一个很大的象征，你已经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那么那个全然的要改朝换代的感觉。其实光阴部最开始，其中一个导演就突然间跟我讲说，你对不起，不要当导演，你当演员。他论资格论这个名气的话，一定是我比较大的。可是我当然真的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不好。然后我想说，我没有什么钱你演那一段，你要穿个内裤走来走去，张一那段，那个张一来跟我讲故事，穿个内裤走来走去，你不会有什么接受的地方？我没有。我说钱很少，
要我出个10万还是20万才是1万多，可能很少的钱，反正中影开价一定是先杀你1半以上，那我也觉得无所谓，没这么好。一直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出来，他们是最快乐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做完光阴故事，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整个创作，有一个人是，我觉得他应该在编电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杨德昌。那时候我们台光有录过，而他4段4个，他中间就是一段渴望。那我相信他那个东西刺激了很多人，就是他用一个简单的题材，一个女生之兵的一个成长过程，但是他对感情描述的细腻，跟一个新的结构是去说故事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会让很多人，包括像我想包括我这样子，都会刺激到，就是说居然敢这样子做。那很多人心里面想做的，就突然间会在那个时候显现出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基本稳定。不过也许你像我在中影就离我60年，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也在中影待了差不多8、9年，然后突然会发现有一票年轻的，然后跟以往的那个导演不一样，非常的清新，然后非常的坚持，讲一句话就是每一个都是很硬的，然后他们带进来了新的事情，就是像侯导，他也会接触一些，侯导他会看到这些新朋友，侯导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导演，某种程度来跟导演就是因为他以前都是穿的鞋子后跟跟材质，就是永远觉得一个蓝色的包包有点一样，永远穿那一条颜色的裤子，就可能发现他是一个很土的人，可是他某种程度他也被这些朋友交往中间他们的观念带进来的观念，他也觉得很被刺激，他会觉得电影的空间是那么大，他们在国外学的一个观念是电影美学上这种解释的，那这个东西就真的很清楚，有一点分享其实你也很难弄清楚，因为你要弄清楚的话，什么时候何必弄清楚就不要，你就知道就好。它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你懂我意思吗？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这变化就会让你产生好像觉得你已经了解了很多东西。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小编，就讲回这小编的过程，我一看到以后，马上这还今天讲这个小编怎么来，那不是这个不错，我就发现。现在我们将近有10年时间一直去思考，说是不是台湾的电影形式就是这样就是3跟2的下降的，包括到这个就拍的这样，是不是？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一直也在想这个事情，一直去尝试它，这东西我们也一直在修正它，一直在尝试。但是呢，如果说小弟都是早5年拍的话，我相信他也没有差，一定被掩盖掉。所以我一直等着你那时候。终于这些电影都一天就上一天就下的时候呢，那一推出来之后呢，就那个所有人都怀疑，但是我们自己一点怀疑都没有。我记得是橘色的扫地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部电影对你的意义？实际上。那个累积了蛮长的努力跟经验之后，一个非常小品，但是它基本上它是个爆发力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小屁故事的完整的从初稿因为它出了好几稿，在很多过程中间。生产剧本，因为我们开始是。
省密县人。我不是地主家，我叫林楚家。林楚家，你不是地主家吗？老师，他跟他妈妈是礼拜天才跟毕伯伯结婚的。是我妈妈跟他结婚，我又没有跟他结婚。今天上片，你看，下到下雨，中国西乐，一条用雨伞排成那种旋律，每到下雨节，下面排队要去跳这个，那你也跟着进去看。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在戏院门口看手机上面挑，因为今天这个地方很短，所以国导啊，这个他们都有在对，大家看都很对。进去看彩票看电影，啊，那么好看，然后觉得观众那么投入啊，然后走进电影院那一刻，你突然发现，所有人都认识你，然后所有人都对你好友善。小弟的故事，上电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小南厉害。那时候跟侯导都忘记，真的忘记了。当然有理想啊，当然就是说颠覆嘛。那时候你们也想颠覆？当然颠覆啊。那时候颠覆什么？没有颠覆，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的，就是说喜欢电影嘛，那拍出来好看嘛。谢谢，以上为证，向总感谢。向前看，向左转，拜托给点面子好不好？
点点，如果是去禁止打压、造福日人，我们这个沟通，我们就化解了。很抱歉，那个麻烦影片稍停一下，影片稍停一下。有没有人开始受不了这个？有没有人开始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实在看没有啊？不知道不怕同学看不太啊，很冷是吧？很冷我就没办法了。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上那个人，你们认不认识？叫做侯孝贤。侯孝贤就是其实你们现在看这些人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就上面有些导演年纪比我大一点，或者说跟我差不多。这些导演在我们故事里面的原来刚开始都很年轻的，差不多30岁，然后经过了20年的奋斗，这些导演现在在国际上都很有名。像刚才有这位侯孝贤导演，他有名到他在法国的时候法国人做调查说，作为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现代法国人，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读什么书，你要看什么电影，其实看电影那天他们写台湾的侯孝贤最高票，所以你们很难想象台湾的导演对法国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吸引，就是他们做问卷调查，我刚才讲过，最喜欢吃什么，就是竟然看电影那一项是要看台湾的侯孝贤导演的电影，还是有最高品味的法国人。然后他的电影在法国的票房是台湾的20-30倍，他电影一拍出来在台湾必须是卖200万票房，在法国可以卖几千万人民币。所以这些导演是从台湾开始拍电影，渐渐走向国际，他的电影慢慢代表台湾出去，让欧洲人、让欧洲、美国人认识台湾。所以这些人的作品，我为什么特别跟同学分享，就是因为他的年代有点久远了，可是他的电影语言各位可以看一看，他跟你们平常所接触到的电视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比较慢，它比较缓慢，可是每部电影都慢慢的在说故事。你注意它的影像、它的构图、它的色彩，其实每一个镜头都很像一幅画。所以我其实是怕你们看这个成分，如果你们不觉得成分的话，你们慢慢欣赏完之后，也许下午我们还有100分钟的时间，我跟你们慢慢聊这个，好不好？有人受不了要尿，我们就举个手自己从后面去，好不好？那因为刚刚是要拍摄，所以我也借此让大家休息一下。现在刚才这位侯孝贤导演就谈到，20号的时候，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就终于爆发了一件我们要被人家修理的事情，因为他拍到了台湾当时非常贫穷，而且拍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时候美国人在台湾是军队驻扎台湾的，所以这个时代距离你们很遥远，可是就是几乎是我的童年。他现在就聊到那段时间，我们怎么样被整肃。那这个是一场电影革命，那继续往下看下去。所以对台湾这之前的有这个台湾经验或者内容比较清楚，就像我们看所以你会有一个从你自己成长经历为出发的一种记忆，从这一块去做成很多可听的很多。就是这样，另外有一种感。他说得，你们这短的能量了。后来看了一部《河左大人》，大概也是我第一次看的，就看了一部3段剧，我知道。那部电影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是，每个故事在它结尾的时候都令我很震撼。比如小鸡的开始冒，刚刚帽子背着，然后看到他手上拿，然后连接在那时候卖那个帅哥，看起来是非常视觉上就是感受到那个差距。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医，我就打民工，等于补习去在他们转变中心里面怕3年4月份，他们就找要拍一个很大的。这个之前因为我有一部片在美国拍的一部片，参加金穗奖的第2，所以他们从那边找到拍这个新导演来去拍片，所以他们就很常说，有没有兴趣拍电影后有3段东西，然后跟你的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回来，还在去谈空的阶段，那当然是还好。苹果智慧最恐怖就是基民被北京放到时候还很高兴，因为他被北京放到时候还可以到医院，在美军医院吃苹果，但真的非常统治台湾那个年代的贫穷跟美元，跟受美军的支配，拍出来之后，没想到那部看就这个事情，立刻有一封检举信来了，那个来自影评人协会的检举信，说这部电影怎么会拍成这样子呢？当时温哥华里面开了10个小的专业的比赛，你就会用来了以后，就在纸面上看，来评判，看大家，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建议，温哥华里面就讲，把这部影片配置的很厉害，几乎我在这个木人身上，早期的小叶我也是参加。这个导演没进去参加，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所以傅炎正在里面呢就受不了了嘛，痛哭流涕跑出来，所以坏了，你看一看，这电影这个天才吴念真是劝我不要去，因为我非常冲动，因为他跟黄春在外面，对不对？看完以后出来，我记得好像吴念真都哭了。会觉得很荒谬，为电影为什么到了这样？这样万达对社会的那种，它是一个愤怒心理，比如你交苹果是这样，还有第一把我们办公室的垃圾桶都快递给掉。我说不擦了，那个我会怪，因为他很生气。他生气就听了这种，因为他没得挖接啊，不然他能赚。我说这个不能弄，这不能送，这个是可惜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观念。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导演在拍那个这样的话，但是佛真的开始好像把文学、社会、政治的东西都加到这里，因为他们是非常丰富，而且不再只是长哦。现在囡仔，我听清楚哦，这样人家开场讲咱有偌济钱啊，我大概你也是请一个提醒起来，有听无？有啊。爱去这个老师留起来，肯定我袂歹当顾贴的哈。好。爸爸，你是什么？都在回家，想解决，你来接我。哎呦，要想啊用啊，你是在讲啥的啦？你娘嘞！你也别忘了去检查，都要再去弄死。可能是别的，所以我看到那个封面以后，我记得很有过，大家都。我当时我打电话，因为这里第二天出来，因为他也是也是很痛，所以他把它登出来，再加上中国这部电影因为在修剪嘛，我们为什么这个回到我刚才讲说，整个台湾很压抑，正在找一些议题来发泄。那之前我也知道这个时代，终于我们跟国民党政权之间就碰到一个最临界点，因为小弟的故事、关系故事还是不没那么敏感，可是刘子韬绝对是一个试金石，一次失败的话可能就完蛋，然后被驱逐离开这公司。如果是成功的话，可能台湾社会会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之前我就拍一张沙龙照，就找了一群导演，就是侯孝贤、万人跟曾壮强，我跟吴念真，还有做音乐的这个温荣俊，我们就自己拍的沙龙照，悲壮，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遭遇到媒体很支持或者被围剿，甚至是可以看来就是被留念或者是一个历史事件。
这个新陈代谢，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我想要不然就是这个老人化的一个定位的地方的话，我想新城中央地方我们在开发轮回，82年、83年就是中影也开了一个28方，有小钱了这个万元郑上下3人的山寨，对我们老一代的大导演的这个范景瑞、胡金铨跟我们3人大轮回嘛，我戏称他是一个老少对决。老少对决的话，我的老一代打败了，也是初始的这个新锐导演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到那个时候，新锐导演的形成以后，它变成一个气候以后，就是这些片商也就像赶这种流行一样，这老导演价钱又高，架子又大，脾气又坏，拍出了电影还不一定卖钱，那干脆找新导演，新导演价钱又低，拍的东西又好，结果年轻的导演那时候就是变成一种流行。我们女人将来理家，所以要会节俭。我们教你，譬如说早上去买菜，菜比较贵，你不要去买，等到傍晚人家收摊的时候，你再去买。将来你命好，叫他好照顾就好；你命不好，你要自己会打算。简单讲哈，廖慧英的小说《牛郎太子》获得很大的肯定，后人拍了以后，其实廖慧英其他小说也会被其他商业电影同样把它改编成，不管是《不归路》啊，或者这一类型，就比较强调女性的情欲，那强调的是好像是走同样的风格，其实是新电影创造了一个风潮。这个风潮呢，流风所及，使得商业电影也跟了进去。但是商业电影跟进去之后，并没有跟到它自己所要的那个环境。所以呢，一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它的流风所及是集体的沉沦，而不是更大的力量上面的一个往上的爬升。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大家都在做新电影同样做的事情，好像这一股风潮都是新电影做，但不是真正属于新电影的精神符合新电影的做法，其实还是少数人在做。那其他其实商业组织只是因为看到了媒体愿意报道这样的东西，而且也卖钱，所以大家一窝蜂的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实也有很多都是失利，那这个失利的人其实就一窝蜂全部都推给都是新闻剧场人搞出来的，但是不是？我特别强调，新电影从问世到后来，一直它在台湾的国片生产量比例其实就是15%左右。这15%的影响力能够占据全部的版面，就是因为他的确他在意义的讨论上，在表现上吧，他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所以电影全面上落是跟社会的整个变化。因为台湾那时候是遇到一个经济大量的转型，就是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兴起还有这个欧洲文化的兴起，还有音乐社会的逐渐转型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结合下呢，造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上的时代，就是新的知识分子或者新的中产阶级诞生以后，他们都被要求某一种新的一种文化上或思想上或生活形态上的改变。那这个中间很多包括思想上的革新或者某一种解放。就说这些年轻人，他觉得过去拍的电影跟我们太没关系了，他现在要拍一些电影是跟我们本身熟悉的东西，就是我们过去或者所谓成长或者当今的一些状态，跟当时是怎么拍的。所以包括你看到儿子当然很多事情，就算有一些比较这个低收入的人阶层的房子做出来，政府会觉得当前他们这个是会对政府形象不好，因为政府的公共电影是不宣传，电影要拍的人很快，对我们的国家有良好的形象。我想这个新电影初期全看出来，我用它在用能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我想我们老一代的所谓的写实可能是一个选择性的写实，像健康写实就是选择性的写实，就是考虑到大的环境，人性的这种悲观，就是那时候一直想要回大陆，跟着政府来的去
不然他觉得一年一年有希望。所以那时候田中先生所倡导的这个健康写实，他就是把一些黑暗面尽量都扬弃掉，来表扬一些光明面。扬弃黑暗面，你上次是觉得在那个年代可以安抚人心吗？对，就觉得好像其实到底能不能安慰人心，当然还是要打个问号了。他这种想法呢，就是要给人一种希望。这种明天是美好，实际上当时是受到很多的非议，就健康不写实，写实不健康。那我想后来我们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导演非常能配合政府的政策，因为那个时候刚到台湾来在推行国语运动，所以我们的拍那个写实，我们通通用国语。后来到新一代的导演，他所写他的所谓的这种写实的，求其真实的话，就是本省人他都讲本省话，他讲不标准的国语，他讲标准的台语，这是真正的写实，真实的写实。而我们那个时候就把语言当成是一种工具，就是让你能了解地球，懂得我说什么，而不是这种写实。你们啊，我进来了，我传头发呀。好。哦，你知道我爸去看了电视剧，看完之后跟我讨论，他多么开心，他已经多久没有一部完全，他不用看字幕，就看得懂，听那个声音，听那个，对他来讲非常亲切的一个。你们觉得他里面所接触的那个台湾的现实或者真实的面向，已经不是历史，你童年往事讲的是佛教点的客家人，我觉得是蛮丰富的。当代的，对我来说是很丰富。好啦，人就睇到做，唔識做，嗰日婆爸就當內講做，喺行住步路啊，就當嚟玩下嘅。大家都知道嘛嘅，難嘅咯。阿婆當然政府同開出先啦。我们的生活是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嘛。童老师拍完了以后，那种简直是批评的是大黑，那我也是笑一笑而已。就是什么顾及导演啊，什么胡子挖皮的那个弹脚镜啊，因为童年他基本上概念是反攻大陆这件事情是死亡，然后就像那个老祖母相对应不看，所以那时候反而被围剿。但是相对的那时候也可能比较松动，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是这个也是装在电影里拍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明基它其实有一种强悍，是吧？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明基等于是找一群这种这种对年轻人，然后有这种新想法的，然后他完全就是支持他就是他基本上你看，他要耗很多精神去化解这件事情，因为他有文工会，拎得很紧。所以那时候其实批评同学很多，但是我记得我收到一封信，《民生报》记者寄来的，他们有很多人签名支持我这个朋友，你懂我意思吗？你就知道说，其实我说出了一个某种事实，
某种大家心里一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童年那个拍摄过程，就是那种自己想往前冲撞啊，所以那个现在想回来还是英雄出少年啊，胆子比较大，比较敢尝试。而且那时候我开始跟华阳合作的时候，我常常担心我所想象的跟他的距离在哪，所以我每天要花很多心思去想象他想什么，我好像变成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去想他大家想什么。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1938年，我父亲调到台北教育厅当督学，那时候我们住新竹。我父亲又是那么身体那么不好，然后两袖清风，那个钱又那么少，他要去负责这8口，你知道我母亲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没有投诉的对象，没有他的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他的朋友，是我母亲她的朋友，你一定会产生一种焦虑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会得癌症，我感觉了，他会得癌症啊，或者他以前如果是人病，种种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跟一个到了一个抑郁的一种心情啊，没办法疏解，不知道怎么回去。那我祖母呢，因为他已经年龄很大，他已经剩下的那个他的那种完全自己残留跟认为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他已经忘了他是坐船来的，他可以走路就回去了，你知道，我要回去了，就好像在隔壁一样，他就要回他的那个无限去，啊。那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讲，基本上在这里长大，你认为是吗？你完全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这块土地重新来过，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印象其实很多深刻的记忆，甚至然后两个人拍那个房子，这种奔这样走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不容易不知道，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天气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上山的车不行，你就加油了，那车太快了；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都可以这样子，就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那东西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很充实生活，我们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把列入一些新发展的。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快的最快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里面的刚好聚在一起，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了。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什么也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的立场呢没有自觉。今天也是这种方式特别多，他们文化，反而今天大概我们第一个坏的就是他们的参考，经常都死人，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期。那呢，第一个是300-400，那我们就300-400。同论这样的类型啊，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热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评审委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在最后关键中竟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在那个时候拍这个片，当然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然后18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杨德昌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到了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说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也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我们很多一线电影然后电影的那个卖座又连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在第一城在这边成立分众然后第一城的东西进来，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电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少，他们愿意拿钱去买香港的台湾方面。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方面。当然，所以他们这个为什么自己突然发觉这是一个死路，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这个演这个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拉到一个通的地步，这都是个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台湾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映，
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是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同步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盗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啊，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 cable 了，啊 ，cable 台在他那个上面就做出广告，在他上线的第二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只是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明显的、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永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就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打越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么讲，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评论界的社会的很大。我觉得不超过评论界因为新电影的起来完全是很大的起来。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想把新电影不好，把它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想。后来就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有一篇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跑法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杂志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用电子太多的城内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看来看去就是这样，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重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是怎么观点？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帝，谁是教宗，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于他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一部电影来看谁死分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人马戏，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我想台湾新电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不算。因为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可能也是所以要么就是被侯孝贤害死，所以明天才分手。其实民调为什么说因为有他嘛，所以去参加，所以这批人呢去找一个新的根基。我常说你会不会叫我们先放到前面，我跟大家再谈个10分钟，我们第一阶段先结束。刚刚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这个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两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就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要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那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这个在座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
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所以刚才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被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它不好的。那他也反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说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把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的。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跟他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到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是没什么好看的，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这样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点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法不是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人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趴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有个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制造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
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参考画面，什么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那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砰砰砰砰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到很多部分，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就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啊，在一个女孩前面那边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那边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日子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啊，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啊，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才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拿些衣服可以来，站这边一边。听完了就请回座。
助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篇，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右前方大门这边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好。这个车是谁的？哦。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
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坐在车台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编辑社采访组的同学老师，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可能然后说没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资料看小野老师你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背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
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的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一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一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就是做像《逆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南之吻》，让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
包括偶像剧哈，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说，我为什么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认为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或者期许之类的？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比如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过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来。如果你没看过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那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整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的阅读？那然后可以请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它为什么具有
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就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啊，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哦，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想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那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二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台北县的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有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
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就他已经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一些故事想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人生命的意义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的，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生命意义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一个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
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啊。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是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野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了。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你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街上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
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要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啊，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着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啊。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啊。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哈。喂，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啊，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
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她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译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那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概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怎么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帮你在编剧了，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袁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
那我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副长跟我来教来。找一个协副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在前面吧。找一个协副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副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伟老师签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今天上飞机的时候差点搭不上飞机，因为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只剩下1张票。他说这张票是坐在那个空中小姐隔壁的，要面对所有的人坐，你要不要上？我说我一定要上，坐在飞机上面我也要上，坐在那个驾驶座隔壁我也要上，因为我答应人家来演讲，我不能不上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个飞机最前面，面对所有人，啊，就一直飞到这边来了。到了嘉义水上机场，打电话给我老婆说：“老婆，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可是我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差点上不了。我面对所有的人很尴尬。”他说：“不会啊，你为什么不对飞机里面先演讲？你在飞机里面先讲一遍，说你要去那个新国高中学讲什么东西，对着飞机的这个客人讲一遍。我当然是没有讲，我就坐在这边装死，眼睛闭着，假装死掉这样，他飞到这边来。然后今天来跟各位想谈的一个是很有趣的题目哈。那这个题目其实我曾经就在最近刚刚才去过一趟德国。我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展啊，就是国际书展，全世界的人都到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展览他的书。他们做一个题目叫做“文学改编电影”，文学改编电影这样一个题目。他请到那个德国的一些作家还有电影工作者来演讲。我是唯一从亚洲去的，我是唯一从亚洲被邀请去讲的。我要讲的内容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题目。所以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内容，可能跟我去德国去对着全世界的那个大人所讲的题目差不多。那我希望这个题目不会太深啊。那在演讲之前，我想就问几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哈，看同学来回答一下。我们再开始看一部影片。你们觉得哈，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哈，在人类发展的文明里面哈，是先有文学，还是先有电影？文学。太聪明了，因为你们是资优班的。好，第一答对了，一定要先有文学，因为文学的历史很长，1000年以上，有文字以后就有文学。可是电影呢，只有100年。全人类的电影从第一部开始拍到现在只有100年，1895年，正好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那一年，所以也很好记。是什么时候有电影呢？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电影。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有很多纪录片留下来，因为开始有电影了，所以刚好有些影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历史只有100年，是人类的文学历史有几千年。第二个问题，当婴孩睁开眼睛啊，当你是婴孩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先用这个视觉看这个世界，还是先用文字描写这个世界？视觉刚好相反，刚好跟第一个答案相反，对不对？
第一个答案是人类先有文字，才有电影。那第二个题目很奇怪哦，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眼睛看到的世界。我们现在很难去问一个婴孩说，你看到什么？因为他不会讲啊。你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当初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什么？你睁开眼睛应该看到什么？谁可以回答我？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眼睛看到什么？医生那个丑陋的脸，对不对？或者护士那个很狰狞的脸，应该不要这样讲，应该说护士和蔼的脸，或医生那么温柔的脸。通常医生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一张脸一定是哎呦，好可怕，应该不会是很漂亮的脸。不管是看到什么啦，但是你记得，在你还不会写文字以前啊，你都是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用耳朵听。你不会写字啊，你也不会表达，可是你都用眼睛看，耳朵听。这个其实就是电影。电影其实是努力的把人从本来用文字描写的世界，又转换成影像，对不对？他努力的把这些文字写的东西，剧本啊、小说啊，又把它拍成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你眼睛看到的画面啊，画面剪接啊，一直在动啊，开始演故事啊，就是你们要打开电视，你们看电影，电脑上打开荧幕上的所有画面，这个视觉的东西，都反而是人类在一诞生后先看到的。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话，其实是把小说的文字的故事转换成人类更原始的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就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发生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中，曾经有很多人拍过很多电影，可是这些电影到了国外去，别人都不觉得他拍得很好。终于有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试着开始用他们的想法去拍了一些电影，拍出来的电影人家觉得非常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拍出来的东西充满了文学性。现在我问第三个问题了，问完两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问第三个问题，这个电影拍出来充满文学性什么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你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你说哦，这个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你听我讲这话，听起来很深奥哈。这部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有没有同学很勇敢的起来回答我？错了我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对了，我赞美你；对一半我还是赞美你。有没有同学试试看？我们看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拍的充满了文学性。那这部电影看的没什么文学性，什么意思？这话很深哦。但是有同学只要敢举手讲，我绝对不会讥笑你。我是一个很会鼓励的人。你可以看我嬉皮笑脸，我绝对不会骂你。勇敢的讲，大家讲，让同学知道你很勇。哦，有，终于有了，我就知道你们很厉害。来，有同学讲。让大家可以欣赏，觉得那部电影可以让自己欣赏，觉得它有那种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吧。很好，这位同学几乎全部答对。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非常接近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讲一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一定是小说改编。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个小说写得很棒，对不对？啊，比如说小说写得很棒，它改成电影之后，它可以拍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啊。它这个电影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不保证这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就是真的答案，就是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小说改编哦。是不是小说改编，它都可以拍成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那通常充满文学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我们看一部电影，而且讲故事讲完了就没有什么让你能够再回味的。可是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通常你看他电影，你看他导演的镜头，他的语言，他在说的故事的时候，他通常声音跟画面是非常巧妙的配合，让你觉得有一种空间的想象。他甚至有时候拍个空镜头，镜头是空的，一棵大树。什么都没讲，可是下一个镜头就拍一个人走过去，他会靠剪接的力量，让整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想象力。你看完之后觉得这电影拍得很美，这个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树啊花，就是很感动。这感动不只是讲故事感动，它真的是用电影的语言在处理一部电影，然后充满了文学。比如说它的旁白写得很美，它的旁白充满了诗意的旁白，在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故事，反正看完感觉这个东西充满了艺术。刚刚这个同学打的几乎是100分的。所以它充满了艺术性。那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跟它的美术有关。
现在我就准备放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纪念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一群很年轻的导演，他们拍了一批很好的电影，这些电影后来陆续到国际上去得到很多奖，让全世界人注意到说，原来台湾这个地方有一群人拍过一些电影非常好，它非常好，是充满了文学性。那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个，我里面会有个纪录片，在介绍这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它每部都讲一点点，所以也许故事你不太知道，可是没有关系，你努力的欣赏这些电影里面的所谓的文学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是小说改编的，有一些不是，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安静的看，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在20年以前，有一场革命，台湾有一场电影革命，是来自于文学的革命。这个文学革命就是有一群文学家跟导演加入了台湾电影工作，使得台湾电影在那一刻开始拍得非常好。里面会出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白鸽计划，那个笔记本是我的，所以各位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写这个字是我的字，然后你会看到我在里面也有讲话。那整个是一个故事，它是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如果各位看到有点想尿尿啊，想受不了的时候就举手，那我们就停一下，给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纪录片放完之后，下午我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开始跟各位正式的开始根据这个纪录片，我开始聊一些文学啊、属于电影的事情。那我们就开始放这部电影，好不好？这部电影叫做《白鸽计划》，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记录，非常非常珍贵，一般人看不到。谢谢。讲师介绍，我们请国一12班李正汉同学来为我们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国一12班李正汉。今天我所要介绍的是我们最敬爱的闽剧作小野老师。虽然
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了，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今天。而今美国中和古板和新手，希望内斗这里很在种种之时，请批面决定团结中国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高雄暴力事件当天晚上，游行的队伍回到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前面的时候，他曾经向群众叫嚣：“今晚我们胜利了。”这句话，林宇成控诉了。与会人士都认为，目前是国片有史以来最不景气的时候。港片和外片的侵入，加上录影带的泛滥，使独立制片几乎无电影可拍。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现在是重新开始最好的时机。春天的花开秋天春，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我来中央电影公司上班在民国70年1月。所以来到这差不多20年左右，民国70年到民国77年，正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10年，因为这10年刚好是台湾面临快要戒严到解严的过程，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代。正为如此这一部老剧场，要改造不是很简单的事情。5年增长，我也花了4个多月做出来。而小叶我总也花了1年多，因为呀，他是现在北京呢，把国民党的党纪啊就失去了。那我也指他呢，现在恢复党纪，恢复党纪不是一下子啊，要一层一层的往上这个进行啊。这是每个人我都不容易，人才要去求。那小叶5年增长干生意啊，像这个还有以后还有这个年轻人呢，都是求着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以前在中影的时候，陈大美戏院一定是演西片，中国戏院一定是演我们自己中影的首轮的主要，好像旗舰戏院，后来被大家认为是台湾新电影的那个第一部的那个《光阴的故事》很好笑，就是大家都很不看好，所以就摆在中国戏院，而且只排了1个礼拜的档。我当时完全被骗，结果这《光阴故事》一上场，那个票房非常好以后，我就跑去找总经理明基，我说明明票房这么好的，怎么被人家出卖了？欠了1个礼拜而已。那因为他是总经理，所以他有点权利，就强迫当时的曾尚美拿一个厅，就把它变成来演《光阴故事》，所以才演1个礼拜。以前都会是做这样子，然后练真吴念真坐我对面，然后我们两边那边做了8年哈，还闹过一个笑话，就是两个互相越看越讨厌，越看越讨厌以后，他说加油，我不要跟你们那边做了，就屁股转过来，他就跟着我一个人做这样，他屁股对着我这样做，这边说两边就是背对背这样做一做，他就转过来，然后在我这个背后贴一些裸体女人的照片来，就他觉得做的很嫩嘛。所以他把他喜欢那些日本女明星啊的图片，对，他不要看我，看后面。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蛮天真，就在一个笔记本上，说自己还不到30岁以前，我要反封建，反这个农，希望自己肚皮较大起来，希望自己是打败封建，打败什么，然后有一个白鸽计划。就说进去之后，我要开始号召这个台湾的所有文化界的人。号召这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来进到这个机构做事，然后可是吴念真就抱了比较悲观，说他已经做了半年了，什么都做不成。他说这个机构根本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停顿状态。你进来之前开始做半年的一计划，都做不了。我这个看这个老大哥，我总是想。透过电影表现健康、但是你要在里面去被台湾的这个发展节目，这个我的这个关于他的整个的一个人的成长当中来把一些社会的他的成长结果。大概是这个概念。那这个影片呢，是背影的，这是背影对吧？是不是讲这个？哪一个导演一定会因为首先说这个包括这些太阳的这个都不可能接受我450万的影片，也就是这个5人我可以呢。我说你们，我就直接组织叫，正常的是为严谨，真的是见这些。光阴的故事，我们就写就是唐扬整个台湾国民政府公民的那个德政，台湾从经济起飞，从我们童年时代如何进入到现在，这完全是拍马屁的写法，就是。我们要拍一部光阴的故事，好，然后预算非常低，然后4个导演拍，6天拍的，开始表彰这个政府怎么样在台湾的建设。他这样写是被过了。他就是试着去说服文工会说，我们现在覆盖率不行了，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大，我们怎么可以拍很便宜的，而且又可以用这些年轻导演，然后预算这么低，就算我们失败了，我们所能够赔的钱。跟前面来比的话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定才400万，就全部赔光才400。那我觉得他们终于没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拍。你觉得我听得进去？在
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2种类型是非常流行，一种就是童谣文艺电影啊，另一种就是军教电影。军教电影很早已经出现它的长路之末哦。另一方面呢，童谣文艺电影一直差不多到作业之上哦，出现它的跟进的瓶颈。那这两大类型其实全部垮台了。到现在我们看到1981年，其实整个国片开始全面在评价上面，甚至在那个票房上面全部倒退。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片量从非常高的片量一下子就掉下来跟着冒出，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电影剧本审查重放的方式。这个就会跑出一堆比较古怪的社会现尤其是在黄菊金的《上海社会大案》之后，那这作品其实可以算是加速旧有国片制度的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本来的电影人开始唯一一个工厂卡做的事就是去开如何拯救国片作产品。对。电影界人士在会中沉痛地诉说国片的现况及发展。明细说，目前的电影不重视主题意识，只追求快感刺激。李行说，他正闭门思过，希望顺利度过困境。赵宁说，要尽快建立国片在国际上的地位。其实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工程就是张海洋，他那时候跟宋承寿做11个年的故事。那他们打算全部用电影工作人员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大概1半以上的导演都没有拍过电影电视。当然，那个11个女人变成也是一个激发。然后小野文先生他们正好在选导演，也是从那些作品里面挑出。我认识这么多年轻的副导演，还有很多从外国回来的这些年轻人，那几乎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取代电视的导演，什么电视的导演，那也没什么机会。那我就想说，说不定我们就来做一个电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至少风险比较小一点，利润比较大一点。因为那个在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方式实验做实部，那应该做什么改造？大胆。我不晓得呀，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较不懂事或者无知一点才可以闯出一个天下，因为你才有那个勇气嘛。你不然的话，你太会算的精准你就真的做不出一个新的尝试。那后来那个结果，我自己很惊讶，可以说老实话，我讲很惊讶，怎么这么好？怎么那么好？而且可以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讲11个女人，有时候会在提起11个女人。那我自己是真的是很惊讶，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做那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你做出来的成绩好，而是那个精神，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团结的那个力量是现在见不到的。我们把那个时空拉到那个20年前，那时候在拍那个《光阴的故事》，那是电影。如果现在跟你提那是电影，跟那时候拍摄的环境，我现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第一个感受或者那个现场，那个画面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倒是现在都还不能忘。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开镜的时候，当天下午就开不了镜，就已经快打起来了，当时就快停拍，因为摄影师灯光师，然后他们就气输出，然后跟导演不能沟通，他们就会觉得可以停拍了。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的电影环境生态里面，突然放了几个毛头小孩子，突然间觉得你要听我的那个感觉。那么相对的，其实那个影像是一个很大的象征，你已经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那么那个全然的要改朝换代的感觉。其实《光阴故事》最开始，其中一个导演是我，突然间跟我讲说，你对不起，不要当导演，你当演员。当然
名气的话，一定是我比较大的。可是我当然真的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好。然后他跟我讲说，我没有提前啊，你演那一段，你要穿着内裤走来走去。张一那边，那个张一来跟我讲故事，穿着内裤走来走去，你不会有什么接受的地方？我没有啊。我说钱很少。我出了个10万还是20万台币，忘记了，可能很少的钱。反正中影开价一定是先杀你1半以上，那我也觉得无所谓。你说好，你只是觉得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出来，是快乐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做完光阴故事，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整个创作，有一个人是，我觉得他应该在编电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杨德昌。那时候我们才光阴的路途，那他4段4个，他中间就是一段渴望。那我相信他那个东西刺激了很多人，就是他用一个简单的题材，一个女生之兵的一个成长过程，但是他对感情描述的细腻，跟一个新的结构式去说故事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会让很多人，包括像我讲包括我这样都会刺激到，就是说居然敢这样子做。那很多人心里面想做的，就突然间会在那个时候宣泄出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刺激稳。因为也许你像我在中是民国60几岁，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也在中影待了差不多8、9年，然后突然会发现有一票年轻的，然后跟以往的那个导演不一样。非常的谦虚，然后非常的坚持，讲一句话就是每一个都是很硬的，然后他们带进来了新的事情，就是像侯导，他也会接触一些，侯导他也看到这些新朋友，侯导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导演，往往从来跟导演就是因为他以前都是穿的鞋子，后跟都是材质，永远觉得一个蓝色的包包有点一样，永远穿那一条颜色的裤子。就可能发现他是一个很土的人，可是他某种程度他也被这些朋友交往中间他们的观念带进来的观念，他也觉得很被刺激，他会觉得电影的空间是那么大。他们在国外学的是观念，是电影的美学上这种解释，那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重要，有一点分享接触面你要弄清楚。因为你要弄清楚的话，什么时候决定弄清楚就知道，你就知道一个它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你懂我意思吗？在你脑子引起的变化，这变化就会让你产生好像觉得你已经了解了什么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小编，就讲完了。小编的过程，我一看到以后，马上是还今天讲这个小编找我来。不是这个不做，回去发现。现在我们真有10年时间一直去思考，说是不是台湾的电影形式就是这样，就是3跟2的假象，包括导演的就拍的这样，是不是？它会有另外一个东西，一直也在想这件事情，一直去尝试它，这都是我们一直在修正它。一直在尝试，但是呢，如果说小弟就是早5年拍的话，我相信他也没人看，一定被掩盖掉。所以我一直等着你那说，终于这些电影都一天就上，一天就下了之后呢，那一推出来之后呢，就那个虽然都怀疑，但是我们自己一点怀疑都没有。我记得是橘色的，扫地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部电影对你的意义？实际上，那个累积了蛮长的努力跟经验之后，一个非常小品，但是它基本上它是爆发力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小屁故事的完整的从初稿
因为他出了好几稿，在很多过程中间非常具体。因为我们开始是。班的新同学，毕楚佳，是河南省密县人。我不是毕楚佳，我叫林楚佳。林楚佳，你不是毕楚佳吗？老师，他跟他妈妈是礼拜天才跟毕波波结婚的。是我妈妈跟他结婚，我又没有跟他结婚。第一天上片，你看，下地，中国戏院，一条用雨伞排成那种旋律，每到下一节，下面的台队要去跳这些，你也跟着去看。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在戏院门口看手机上面挑，因为真的没有地方转，所以国导啊，这个他们都有在对，大家看都很对。你看彩票看电影，啊，那么好看，然后觉得观众那么投入啊，然后走进电影院那一刻，你突然发现，所有人都认识你，然后所有人都对你好友善。小弟的故事，上电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蛮厉害的。那个时候跟侯导都忘记，真的忘记了。当然有理想啊，当然就是说颠覆嘛。那时候你们也想颠覆？当然颠覆啊。那时候颠覆什么？没有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的，就是说喜欢电影嘛，那拍出来好看嘛。谢谢。以上为证，枪手感谢。向前看，向左转。拜托，给点面子好不好？
另外一个讲话很多，那个叫脏话棍。另外呢，那个女的应该就是他们的部长去世的。那这个画面其实在后来我们都很多。下东西呢，这个就在一说这个，就是这个嘛，20大完了后，当时黄春金先生写的政治，有些作品上就是有这种，当时大陆对于黄春金先生他的这个印象，就是这个不能够跟这个非常的低。我就觉得，如果是去建设打压、造日人，我们这个沟通，我们就发现，很抱歉，那个麻烦影片稍停一下，影片稍停一下。有没有人开始受不了这个？有没有人开始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实在看没有啊？不能不怕同学看不在啊，很冷的，很冷我就没办法了。那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上那个人，你们认不认识？叫做侯孝贤。侯孝贤就是其实你们现在看这些人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就上面有些导演年纪比我大一点，或者说跟我差不多。这些导演在我们故事里面呢，原来刚开始都很年轻的，差不多30岁。然后经过了20年的奋斗，这些导演现在在国际上都很有名。像刚才有这位侯孝贤导演，他有名到他在法国的时候法国人做调查说，作为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现代法国人，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读什么书，你要看什么电影。其实看电影那天他们写台湾的侯孝贤最高票，所以你们很难想象台湾的导演对法国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吸引。他们做问卷调查，我刚才讲过，最喜欢吃什么？就是竟然看电影那一项是要看台湾的侯孝贤导演的电影，还是有最高品味的法国人。然后他的电影在法国的票房是台湾的20-30倍，他电影一拍出来，在台湾必须是卖200万票房，在法国可以卖几千万的币。所以这些导演是从台湾开始拍电影，渐渐走向国际，然后他的电影慢慢代表台湾出去，让欧洲人、让欧洲、美国人认识台湾。所以这些人的作品，我为什么特别跟同学分享，就是因为他的年代有点久远了，可是他的电影语言各位可以看一看，他跟你们平常所接触到的电视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比较慢，它比较缓慢，可是每部电影都慢慢的在说故事。你注意它的影像、它的构图、它的色彩，其实每一个镜头都很像一幅画。所以我其实是怕你们看这个成分，如果你们不觉得成分的话，你们慢慢欣赏完之后，也许下午我们还有100分钟的时间，我跟你们慢慢聊这个，好不好？有人受不了要尿尿，我就举个手自己从后面去，好不好？那因为刚刚是要拍摄，所以我也借此让大家休息一下。现在刚刚这位侯孝贤导演就谈到拍20道弯的时候，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就终于爆发了一件我们要被人家修理的事情，因为他拍到了台湾当时非常贫穷，而且拍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时候美国人在台湾是军队驻扎台湾的，所以这个时代距离你们很遥远，就是几乎是我的童年。他现在就聊到那段时间，我们怎么样被整肃。那这个是一场电影革命，那继续往下看。所以对台湾这之前的有这个台湾经验或者内容比较清楚。就像我们也看所以你会有一个从你自己成长经历为出发的一种记忆，从这一块去做成很多的真正的就是这样，希望我没同感。他说得，你们店短这个院了。
看了一部《何止大人物》，然后大爷是我第一次看的，去看了一部3段式的知道。那部电影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是，每个故事在它结尾的时候都令我很震撼。比如小鸡的那一种刚刚帽子背着，然后看到他手上然后连接在那个卖那个帅哥，而且那种视觉上就感受到了啊。谢谢，谢谢。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医，我就打零工，等于暑期去在他们条件中心里面8、3年4月工作，他们就找要拍一个很大的。这个之前因为我有一部片在美国拍的一部片，参加金穗奖的第2，所以他们从那边找到拍这个新导演来去拍片，所以他们就很常说有没有兴趣拍电影后有3段东西王春明的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回来，还在去打零工的阶段，那当然是还好。苹果之外最恐怖就是金明被北京放到时候还很高兴，因为他被北京放到时候还可以到医院，在美京医院吃苹果，但真的非常统治台湾那个年代的贫穷跟美元，跟受美军的支配。拍出来之后，没想到那部看片就有问题了，立刻有一封检举信来了，那个还是影评人协会的检举信，说这部电影怎么会拍成这样子呢？到时候能够回去看到吃过修炼干净的人家，你就会用来了以后，就在纸面上看，来评判，看大家，所以当时就这个电影。文物会里面去讲，关键是也配置的很厉害，几乎我在这个木人身上，早期的小叶我也是参加，几个导演没进去参加，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所以吴彦珍在里面呢就受不了了嘛，中国有点跑出来，所以坏了。你看一看，这电影是这个天才死啊！吴彦珍是劝我不要去，因为我非常冲动，所以他跟黄世在外面，对不对？看完一个出来，我记得好像吴彦珍都出了，我觉得很荒谬，为电影为什么到了这样？这样万达就对社会的那种，它是一个愤怒心理，尤其萧苹果是这样，他一直批把我们办公室的垃圾桶都快递毁掉。我说不谈，那个我会乖，因为他很生气。他生气就踢了这桶，因为他没得发泄啊，不然他能赚。我说这个不能动，这个不能动，这个是可惜你可以看到整个事件的观念，然后你会看到这些导演在拍那些这样的话，但是活生生的开始好像把文学、社会、政治的东西都加到里面，你看非常丰富，而且不再只是讨好。现在囡仔，我听清楚哦，这样若他开讲讲，咱有偌济钱啊？我大概你也是请一个提钱起来，有听无？有啊。爱去做刚刚收收起来，反正我袂歹当付钱的哈。好。好吧，你是说多他回家，想解决，你给接我。哎呦，你还想要用啊？你是在讲啥的啦？你啊嘞！你也别忘了去选择阿多才去弄我。所以，我看到那个公主叫我记得很有过，大家都我当时我打电话，因为这两个，第二天出来，因为他也是平时也是很痛，所以他把它登出来，再加上中国都是这样。这部电影因为在修剪嘛，我们为什么？这个回到我刚才讲过，整个台湾很压抑，正在找一些议题来发泄。那之前我也知道这个终于我们跟国民党政权之间就碰到一个最临界点，因为小弟的故事关于故事来自殖民那种敏感，可是何子涛绝对是一个士兵子，
一次失败的话可能就完蛋，我会被驱逐离开这公司。如果是成功的话，可能台湾社会会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4天我就离开一张沙龙照，就找了一群导演，就是投下9万人的真传奖，我跟吴念真还有做音乐的这个温荣俊，我们就是离开一张沙龙照，悲壮，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遭遇到媒体很辛苦或者被围剿，甚至就是可以将来会留念或者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新陈代谢，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话题。我想要不然就是这个老人化的一个定位的地方的话，我想新城中央地方我们在开发轮回，82年、83年就是东影也拍了一个28万，有小钱了这个万元郑少霞3人的山寨，所以我们老一代的大导演的这个范景瑞、胡金铨跟我们3人大轮回嘛，我戏称他是一个老少对决。老少对决的话，我的老一代打败了，也是初始的这个新锐导演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到那个时候，新锐导演的形成以后，它变成一个气候以后，就是这些片商也就像赶这种流行一样，这老导演价钱又高，架子又大，脾气又坏，拍出了电影还不一定卖钱，那干脆找新导演，新导演价钱又低，拍的东西又好，结果年轻的导演那时候就是变成一种流行。我们女人将来离家，所以要会节俭。我教你，譬如说早上去买菜，菜比较贵，你不要去买，等到傍晚人家要收摊的时候，你再去买。将来你命好，叫他好照顾就好；你命不好，你要自己会打算呢。简单讲哈，廖慧英的小说《牛郎太子》获得很大的肯定，官人拍了以后，其实廖慧英其他小说也会被其他商业电影同样把它改编成不管是《不归路》啊，或者这一类型就比较强调女性的情欲，那强调的是好像是走同样的风格，其实是新电影创造了一个风潮。这个风潮呢，流风所及，使得商业电影也跟了进去。但是商业电影跟进去之后，并没有跟到它自己所要的那个环境。所以呢，一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它的流风所及是集体的沉沦，而不是更大的力量上面的一个往上的爬升。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大家都在做新电影同样做的事情，好像这一股风潮都是新电影做，但不是真正属于新电影的精神符合新电影的做法，其实还是少数人在做。那其他其实商业组织只是因为看到了媒体愿意报道这样的东西，而且也卖钱，所以大家一窝蜂的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实也有很多都是失利，那这个失利的人其实就一窝蜂全部都推给都是新闻其他人导出来的，但是不是。我特别强调，新电影从问世到后来，一直它在台湾的国片生产量比例其实就是15%左右。这15%的影响力能够占据全部的版面，就是因为他的确他在意义的讨论上，在表现上吧，他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所以电影全部段落是跟社会的转变很大。因为台湾那时候是遇到一个经济大量的转型，就是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兴起还有这个中国文化的兴起，还有音乐社会的逐渐转型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结合下呢，造成一个新的一个文化上的时代，就是新的知识分子或者新的中产阶级诞生以后，他们都被要求有一种新的一种文化上或思想上或生活形态上的改变。那这个中间很多包括思想上的革新或者某一种解放。就说这些年轻人，他觉得过去拍的电影跟我们太没关系了，他现在要拍一些电影是跟我们本身熟悉的东西，就是我们过去或者所谓成长或者当今的一些状态，跟当今当时是怎么拍的。所以包括你看到儿子当然我的事情，
就算有一些比较这个低收入的那个阶层的房子露出来，政府会觉得非常紧张，是会对政府形象不好，因为政府的观念电影是可宣传，电影要拍的美轮美奂，对我们的国家有良好的形象。我想这个是电影初期全看出来的，用它在用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我想我们老一代的所谓的写实啊，可能是一个选择性的写实，像健康写实就是选择性的写实，比如考虑到一个大的环境，人性的这种悲观，就是那时候一直想要回大陆，跟着政府来的去，后来慢慢觉得一年一年有希望，所以那时候田中先生所倡导的这个健康写实。他就是把一些黑暗面尽量都扬弃掉，来表扬一些光明面的东西。扬弃黑暗面，你上次是觉得在那个年代可以安抚人心吗？对，就觉得好像其实到底能不能安慰一些答案还是要打个问号。他这种想法呢，就是要给人一种希望，这种明天是美好。实际上当时是受到很多的非议，就健康不写实，写实不健康。那我想，后来我们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导演非常能配合政府的政策，因为那个时候刚到台湾来在推行国语运动，所以我们的拍那个写实，我们通通用国语。后来到新一代的导演，他所写，他的所谓的这种写实的。求其真实的话，就是本省人他就讲这个，他讲不标准的国语，他讲标准的台语，这是真正的写实，真实的写实。而我们那个时候就把语言当成是一种工具，就是让你能了解剧情，懂得我说什么，而不是这种写实。你们啊，我进来了，我传头发呀。好。哦，你知道我爸去看了《天天风》，看完之后跟我讨论，他多么开心，他已经多久没有一部完全他不用看字幕，就看得懂，听那个声音，听那个，对他来讲非常亲切的一个。你们觉得他里面所接触的那个台湾的现实或者真实的面向，已经不是历史，童年往事讲的是我教点的客家人，我觉得是蛮丰富的。当代的，对我来说是很丰富。好啦，人就睇到这，你这个我了后排，就当内公子，喺行住步路啊，就當你玩下嘅，大家都知道嘛嘅，難嘅咯，阿婆當然政府同開出先啦。我们的生活是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嘛。洪老师拍完了以后，那种简直是批评的是大黑。那我也是笑一笑而已。就是这些导演啊，什么胡子挖皮的那个缠脚布啊，因为童年他基本上的概念是反攻大陆这件事情是死亡，然后就像那个老朱相对应。不看，所以那时候反而被围剿。但是相对的，那时候也可能比较松动，现在还没有解决。但因为这个也是装在电影里拍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没有
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明基它其实有一种强悍，是不是？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明基等于是找一群这种这种对年轻人，然后有这种新想法的，然后他完全就是支持他就是他基本上你看，他要耗很多精神去化解这个事情，因为他还有个文工会，盯得很紧。所以那时候其实批评同学很多，但是我记得我收到一封信，《民生报》记者寄来的，他们很多人签名支持我这个朋友，你懂我意思吗？你就知道说，其实我说出了一个某种事实，跟某种大家心里面。你一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童年那个拍摄过程，就是那种自己想往前冲撞啊，所以那个现在想回来还是英雄出少年啊，胆子比较大，比较敢尝试。而且那时候我开始跟华阳合作的时候，我常常担心我所想象的跟他的距离在哪，所以我每天要花很多心思去想象他想什么，好像变成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你去想他大家想什么。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民国38年，我父亲调到台北教育厅当督学，那时候我们住新竹。我父亲又是那么身体那么不好，然后两袖清风，那个钱又那么少，他要去负责在八口，你知道我母亲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没有投诉的对象，没有他的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他的朋友，那我母亲她的朋友，你一定会产生一种焦虑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会得癌症，我感觉他会得癌症啊，或者他以前如果是人病，种种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跟一个到了一个抑郁的一种心情啊，没办法疏解，不知道怎么回去。那我祖母呢，因为他已经年龄很大，他已经剩下的那个他的那种完全自己残留跟认为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他已经忘了他是坐船来的，他可以走路就回去了，你知道，我要回去了，就好像在隔壁一样，他就要回他的那个连线去，啊。那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讲，基本上在这里长大，你懂我意思吗？你完全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这块土地重新来过，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印象其实很多深刻的记忆，甚至然后常常拍那个房子，这种风这样走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不容易知道，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天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上山的车不行，我们都加油了，这车太快了；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都可以这样子，就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那东西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很充实生活，他们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把也有一些新发的故事。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
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里面的刚好聚在一起，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就往那个方向走了。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是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立场上没有自觉。电影做方式特别多，他们文化本来是那个，大概我们第一个坏的就是他们的他的口味，经常都死的，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气，那个经济影响300-400，报名就300-400。类型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热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听说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在最后关键中必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他们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在那个时候拍这个片，看了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然后只当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杨洋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到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觉得原来老杨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对不对？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我很多一线电影都然后电影的那个麦克又接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在第一城在这边成立分众然后第一城的东西进来，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电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好，他们愿意拿钱去买香港的电影，帮助。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商的。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死命，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那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都拿
到一个坑的地步，这都是个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产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映，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同步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盗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 cable 了，cable 台在他一个上面就做出广告，在他上线的第二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只是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明显的、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拥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就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白热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么讲，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评论界的社会的很大。我觉得不超过的那个，因为新电影的起来完全是很大的起来。就你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想把新电影不好，把它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谈。后来就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有一天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跑垮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杂志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太多的同类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拍来拍去就是搞，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众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届谁是教授，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于他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一部电影来看有几分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颜老士》，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我想台湾新电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的依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可能也是所以票房就是被侯孝贤开始，所以明星才跟走。其实明星为什么走？因为没有票房，所以去香港。所以这批人呢去找一个新的根基。我常说你会不会到我们先放到前面，我们大家再谈个10分钟，我们第一阶段先结束。刚才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的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两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就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要不多。
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哈，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那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啊、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哈，这个在座同学哈，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是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所以刚才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被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它不好的。那他也反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说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跟他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到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好，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往门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怕他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制造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子。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参考画面，什么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砰砰砰砰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到很多地方，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就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啊，在一个女孩前面他们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其实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日子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啊，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啊，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才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完。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麻雀一公贝来，站这边一下。好，感谢。
亲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啊。你可以跟别人讨论看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就前方大门这边来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这个车是谁的？哦，让我欢迎小野老师。
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的出来。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坐在车台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那个新国中学编辑社采访组的同学老师，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可能然后说没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资料看小野老师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背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
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一样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一样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的她所念的系。他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衷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问题，就是做像《帝女》啊、《嫁妆一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南之吻》，这样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
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之后说，我为什么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跟文学改编，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较的期许？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2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又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时常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过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去没看过他书的话，你就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那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
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单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阅读？那然后可以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那它为什么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了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第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就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县的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你可以问很难的，
是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我就他就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个功课，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就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一些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人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是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就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意义。
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不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积极向上。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啊。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肖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是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肖伟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他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2个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了。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有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
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街上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啊，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着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啊。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那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啊。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哈。喂，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嘛，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
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她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译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我说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帮你在编剧了，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袁老师，我们现在可以
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C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C班班长。等我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啊。前第一位，在前面吧。找一个协议股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股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下位老师签名就到这地方告一个段落。今天上飞机的时候差点搭不上飞机，因为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只剩下1张票。他说这张票是坐在那个空中小姐隔壁的，要面对所有的人坐，你要不要上？我说我一定要上，坐在飞机上面我也要上，坐在那个驾驶座隔壁我也要上，因为我答应要来演讲，我不能不上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个飞机最前面，面对所有人，啊，就一直飞到这边来了。到了嘉义水上机场，打电话给我老婆说，老婆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可是我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差点上不了。我面对所有的人很尴尬。他说不会啊，你为什么不对飞机里面先演讲？你在飞机里面先讲一遍，说你要去那个新国高中学讲什么东西，对着飞机的这个客人讲一遍。我当然是没有讲，我就坐在这边装死，眼睛闭着，假装死掉这样飞到这边来。然后今天来跟各位想谈的一个是很有趣的题目哈。那这个题目其实我曾经就在最近刚刚才去过一趟德国。我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展啊，就国际书展，全世界的人都到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展览他的书。他们做一个题目叫做“文学改编电影”，文学改编电影这样一个题目。请到那个德国的一些作家还有电影工作者来演讲。我是唯一从亚洲去的，我是唯一从亚洲被邀请去讲的。我要讲的内容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题目。所以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内容，可能跟我去德国去对着全世界的那个大人所讲的题目差不多。那我希望这个题目不会太深啊。那在演讲之前，我想问几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哈，看同学来回答一下。我们再开始看一部影片。你们觉得哈，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哈，在人类发展的文明里面哈，是先有文学，还是先有电影？文学。太聪明了，因为你们是资优班的。好，第一答对了，一定要先有文学，因为文学的历史很长，几千年以上，有文字以后就有文学。可是电影呢，只有100年。全人类的电影从第一部开始拍到现在只有100年，1895年，正好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那一年，所以也很好记。是什么时候有电影呢？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电影。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有很多纪录片留下来，因为开始有电影了，所以刚好有些影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历史只有100年，是人类的文学历史有几千年。第二个问题，
当婴孩睁开眼睛啊，当你是婴孩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先用这个视觉看这个世界，还是先用文字描写这个世界？视觉刚好相反，刚好跟第一个答案相反，对不对？第一个答案是人类先有文字，才有电影。那第二个题目很奇怪哦，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眼睛看到的世界。我们现在很难去问一个婴孩说，你看到什么？因为他不会讲啊。你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当初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什么？你睁开眼睛你会看到什么？谁可以回答我？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眼睛看到什么？医生那个丑陋的脸，对不对？或者护士那个很狰狞的脸，应该不要这样讲，应该说护士和蔼的脸，或医生那么温柔的脸。通常医生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一张脸一直哎呦，好可怕！不然这边不会长这样的脸，不管是看到什么啦，但是你记得，在你还不会写文字以前啊，你都是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用耳朵听。你不会写字啊，你也不会表达，可是你都用眼睛看，耳朵听，这个其实就是电影。电影其实是努力的把人从本来用文字描写的世界，又转换成影像，对不对？他努力的把这些文字写的东西，剧本啊、小说啊，又把它拍成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你眼睛看到的画面啊，画面剪接啊，一直在动啊，开始演故事啊，就是你们要打开电视，你们看电影，电脑上打开。荧幕上的所有画面，这个视觉的东西，都反而是人类在一诞生后先看到的。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话，其实是把小说的文字的故事转换成人类更原始的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就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发生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中，曾经有很多人拍过很多电影。可是这些电影到了国外去，别人都不觉得他拍得很好。终于有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试着开始用他们的想法去拍了一些电影。拍出来的电影，人家觉得非常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拍出来的东西充满了文学性。现在我问第三个问题了，问完两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问第三个问题，这个电影拍出来充满文学性什么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你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你说哦。这个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你听我讲这话听起来很深奥哈。这部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有没有同学很勇敢的起来回答我？错了我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对了我赞美你，对一半我还是赞美你。有没有同学试试看？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哎，这部电影拍的充满了文学性，那这部电影看的没什么文学性，什么意思？这话很深哦。但是有同学只要敢举手讲。绝对不会讥笑你，我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人。你可以看我嬉皮笑脸，我绝对不会骂你。勇敢的讲，大家讲，让同学知道你很勇。哦，有，终于有了，我就知道你们很厉害。来，有同学讲。让大家可以欣赏，觉得那部电影可以让自己欣赏，觉得它有那种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吧。好，这位同学几乎全部答对。但是同学的答案非常接近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讲一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一定是小说改编。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个小说写得很棒，对不对？啊，比如说小说写得很棒，它改成电影之后，它可以拍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啊。它这个电影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不保证这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就是真的答案，就是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小说改编哦，是不是小说改编，它都可以拍成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那通常充满文学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我们看一部电影，就讲故事讲完了就没有什么让你能够再回味的。可是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通常你一看他电影，你看他导演的镜头、他的语言、他在说这故事的时候，他通常声音跟画面是非常巧妙的配合，让你觉得有一种空间的想象。他甚至有时候拍一个空镜头，镜头是空的，一棵大树，什么都没讲，可是下一个镜头就拍一个人走过去。他会靠剪接的力量，让整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想象力。你看完之后觉得这电影拍得很美，这个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树啊花，就是很感动。这感动不只是讲故事感动，他真的是用电影的语言在处理一部电影。
然后充满了文学，比如说它的旁白写得很美，它的旁白充满了诗意的旁白，在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故事，反正看完感觉这个东西充满了艺术。刚刚这个同学打的几乎是100分的，所以它充满了艺术性。那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跟它的美术有关。现在我就准备放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纪念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一群很年轻的导演，他们拍了一批很好的电影，这些电影后来陆续到国际上去得到很多奖，让全世界人注意到说，原来台湾这个地方有一群人拍过一些电影非常好，它非常好，是充满了文学性。那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个，我里面会有个纪录片，在介绍这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它每部都讲一点点，所以也许故事你不太知道，可是没有关系，你努力的欣赏这些电影里面的所谓的文学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是小说改编的，有一些不是，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安静的看，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在20年以前，有一场革命，台湾有一场电影革命，是来自于文学的革命。这个文学革命就是有一群文学家跟导演加入了台湾电影工作，使得台湾电影在那一刻开始拍得非常好。里面会出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白鸽计划，那个笔记本是我的，所以各位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写这个字是我的字，这样你会看到我在里面也有讲话。那整个是一个故事，它是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如果各位看到有点想尿尿啊，想受不了的时候就举手，那我们就停一下，给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纪录片放完之后，下午我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开始跟各位正式的开始根据这个纪录片，我开始聊一些文学啊、属于电影的事情。那我们就开始放这部电影，好不好？这部电影叫做《白鸽计划》，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记录，非常非常深刻，一般人看不到。谢谢。讲师介绍，我们请国一12班李正汉同学来为我们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国一12班李正汉。今天我所要介绍的是我们最敬爱的闽剧作小野老师。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国一新生，但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加入新国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了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学营。盼了又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小野老师的创作范围非常的广泛，从小说、散文、童话故事到电影剧本都非常的杰出。大学时代，小野老师就以《勇之声》《试管蜘蛛》《生烟井》等作品广受外界的瞩目以及好评，还曾获得联合报的小说首奖以及等等的文学奖呢。小野老师勤于写作，他曾经为了儿童以及青少年写了儿童少年文库系列的家庭亲子幽默散文，例如《猫头鹰家里蹲》《小野童话》《痴狂老宝贝》等等，这些都是我百看不厌的书籍呢。小野老师也曾被受聘为台视节目的总经理，他创作了许多的本土戏剧，例如《流氓教授》《望乡》《名扬四海》等等。而且他还创作了偶像剧，有《古斯拿之吻》《再见萤火虫》《薰衣草》《极速青春》等等。小野老师不管是在舞台上、电视节中，都有非常傲人的成就以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管做什么就像什么，所以总而言之，小野老师真可说是太棒了。现在就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小野老师吧！
我也没那么棒。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了，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了，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今天。而且每个人和古板和新手，希望内斗这里很来种种之事，请避免决定团结中国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高雄暴力事件当天晚上，游行的队伍回到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前面的时候，他已经向群众叫嚣：“今晚我们胜利了！”这句话，林宇中供述了与会人士都认为，目前是国片有史以来最不景气的时候。港片和外片的侵入，加上录影带的泛滥，使独立制片几乎无电影可拍。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现在是重新开始最好的时机。春天的花开秋天春，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我来中央电影公司上班在民国70年1月。所以来到这差不多20年左右，民国70年到民国77年，正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10年，因为这10年刚好是台湾面临快要戒严到解严的过程，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代。中卫公司这一部老剧场，要改造不是很简单的事情。5年跟上，我也花了4个多月做出它。而小叶我总留给花了1年多，因为呀，他是对北京呢，把国民党的党纪啊就失去了。而那我也使他呢，现在要恢复党纪，恢复党纪不是一下子啊，要一层一层的往上这个进行啊。但是每个人我都不容易，人才有求，那小叶5年生啊，干小叶啊，像这个还有以后还有这个年轻人呢，都是求着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以前在中影的时候，陈大美戏院一定是演西片，中国戏院一定是演我们自己中影的首轮的主要，好像旗舰戏院，后来被大家认为是台湾新电影的那个第一部的那个观音的故事很好笑，就是大家都很不看好，所以就摆在中国戏院，而且只排了1个礼拜的档，我当时完全被骗，结果这观音故事一上场，那个票房非常好以后，我就跑去找总经理明基，我说明明票房这么好的。怎么被人家出卖了？签了1个礼拜而已。那因为他是总经理的，他有点权利，就强迫当时的曾尚美拿一个厅，就把他变成来演观音故事，所以来演一个礼拜。以前是位置坐这样子，然后吴念真坐我对面，然后我们两边那边坐了8年哈，谈到过一个笑话，就是看到互相越看越讨厌，越看越讨厌以后，他说：“小野，我不要跟你们那边坐了。”就屁股转过来，他就跟着我一个人坐这样，他屁股对着我这样坐，里面说两边就是背对背这样坐一坐，他就转过来，然后在我这个背后贴一些裸体女人的照片来，就他觉得坐得很闷嘛。所以他把他喜欢那些日本女明星啊，对，他不要看我，看后面。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蛮天真，就在一个笔记本上，说自己还不到30岁以前，我要绑弓箭，绑这个龙，希望自己肚皮比较大起来，希望自己是打败封建，打败什么，然后有一个白鸽计划。就说进去之后，我要开始号召这个台湾的所有文化界的人。号召这个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来听到这个机构做事，然后就是吴念真就抱得比较悲观，说他已经做了半年了，什么都不成。他说这个机构根本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停顿状态。你进来之前，他已经做半年的一计划，都做不了。我这个老大哥，我总是想。透过电影表现健康，但是你要很愿意被看到这个花钱节目，这个我的这个关于他的生活的一个人的成长当中，来把一些社会的他的成长结果。大概是这个概念。那这个是这样的，是肺炎的，这是肺炎是吧？这个是小症的，哪一个等于一些肺炎首先说这个包括这些太阳的这个都不可能接受，40分50万的也就是这个5肉，所以呢。我是你们这些这个组织的，正常的是为研究，甚至是实践这些。观音的故事，我们就写一个是唐阳整个台湾国民政府公民的那个德政，台湾从经济起飞，从我们童年时代如何进步到现在，这完全是开马屁的写法，就是说。我们要拍一部观音的故事，好，然后预算非常低，然后4个导演拍，目的是拍，表彰这个政府在台湾的建设。他这样写是会过的。他就是这个是说服文工会说，我们现在出拍片不行了，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大，我们是不是可以拍很便宜的，而且又可以用一些年轻导演，然后预算这么低，就算我们失败了，我们所能够赔的钱。跟前面来比的话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定才400万，就全部赔光才400。那我觉得他们终于没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拍。你觉得我听得进去？在1970年代的
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两种类型是非常流行，一种就是童谣文艺电影啊，另一种就是军教电影。军教电影很早已经出现它的长路之末哦。另一方面呢，童谣文艺电影一直差不多到作业之上出现它的真正的瓶颈。那这两大类型其实全部垮台了。到现在我们看到1981年，其实整个国片开始全面在评价上面，甚至在那个票房上面全部倒退。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片量从非常高的片量一下子就掉下来那跟着冒出，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电影剧本审查通报的方式。所以就会跑出一堆比较古怪的社会学事件，尤其是在黄举金的上海社会大盘之后，那这作品其实可以算是加速旧有国片制度的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本来的电影人开始唯一一个常常做的事就是去看如何拯救国片作产。对。电影界人士在会中全部诉说国片的现况及发展。明细说，目前的电影不重视主题意识，只追求快感刺激。李行说，他正闭门思过，希望顺利度过困境。赵莹说，要尽快建立国片在国际上的地位。其实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工程就是张海耀，他那时候跟宋承寿做11个年的故事。那他们打算全部用电工作人员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大概1半以上的导演都没有拍过电影电视。当然，那个11个女人变成也是一个激发，然后小野文跟他们正好在选导演，也是从那些作品里面挑出。我认识这么多年轻的副导演，还有很多从外国回来的这些年轻人，那几乎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取代电视的导演，电视的导演，那也没什么机会。那我就想说，说不定我们就来做一个电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至少风险比较少一点，业务比较大一点。因为那个在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方式实验做实部，所以他就是改造，大胆。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较不懂事或者无知一点才可以闯出一个天下，因为你才有那个勇气嘛。你不然的话，你太会算，太算的精准你就真的做不出一个新的尝试。那后来那个结果，我自己很惊讶，可以说老实话，我讲惊讶的有没有这么好？怎么那么好？而且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讲11个女人，有时候会在一起11个女人。那我自己是真的是蛮惊讶，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做那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你做出来的成绩好，而是那个精神，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团结的那个力量是现在见不到的。我们把那个时空拉到那个20年前，那时候在拍那个《光阴的故事》那部电影，如果现在跟你提那部电影跟那时候拍摄的环境，我现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第一个感受或者那个现场，那个画面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到现在都还不能忘。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开镜的时候，当天下午就开不了镜，就已经快打起来了。当时就快停拍，因为摄影师灯光师，然后他们就气输出，然后跟导演不能沟通，他们就觉得可以停拍了。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的电影环境生态里面，突然放了几个毛头小孩子，突然间觉得你要听我的那个感觉。那么相对的，其实那个影像是一个很大的象征，你已经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那么那个全然的要改朝换代的感觉。其实光阴部最开始，其中一个导演是我，突然间跟我讲说，你对不起，不要当导演，你当演员。但论资格论
气的话，一定是我比较大的。可是我当然真的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然后我想说，啊，我没有什么钱啊，你演那一段，你要穿着内裤走来走去。张一那段，那个张一来跟我讲故事，穿着内裤走来走去，你不会有什么接受的地方？我没有。我说钱很少。我出了个10万还是20万台币，忘记了，可能很少的钱。反正中影开价一定是先杀你1半以上，那我也觉得无所谓，就说好。一直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出来，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做完光阴故事，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整个创作，有一个人是，我觉得他应该在编电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杨德昌。那时候我们台光有录过，那他4段4个，他中间就是一段渴望。那我相信他那个东西刺激了很多人，就是他用一个简单的题材，一个女生之间的一个成长过程，但是他对感情描述的细腻，跟一个新的结构是去说故事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会让很多人，包括会让像我讲包括我这样子，都会刺激到，就是说居然敢这样子做。那很多人心里面想做的，就突然间会在那个时候显现出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基本观念。不过，也许你像我在中是离我60，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也在中待了差不多8、9年，然后突然会发现，有一票年轻的，然后跟以往的那个导演不一样，非常的谦虚，然后非常的坚持。讲一句话就是每一个都是很硬的，然后他们带进来了新的事情，就是像侯导，他也会接触一些，侯导他也看到这些新朋友，侯导是一个主跟主导的导演，往往从来跟导演不对，因为他以前都是穿的鞋子后跟那个材质，永远觉得一个蓝色的包包啊，有点一样，永远穿那一条颜色的裤子，就可能发现他是一个很土的人，可是他某种程度他也对这些朋友交往中间他们的观念带进来的观念，他也觉得很被刺激，他会觉得电影的空间是那么大，他们在国外学的一个观念是电影的美学上这种解释的，那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重要，有点分享，其实你也给他弄清楚了。因为你要弄清楚了到什么时候，何必弄清楚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就好。但是它在你脑子里起的变化，你懂我意思吗？在你脑子里起的变化，这个变化就会让你产生好像觉得你已经了解了什么东西。第二个阶段就是小编，就讲完的。小编我说我一看到以后，马上这还是越南的小编找我来。那不是这个不错，我就发现，现在我们将近有10年时间一直去思考，说，是不是台湾的电影形式就是这样，就是单跟两个下这样的，包括到这个就拍的这样，是不是？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一直也在想这个事情，一直去尝试它，这都是我们也一直在修正它。一直在尝试，但是呢，如果说小弟就是早点拍的话，我相信他也没有看，一定被掩盖掉。所以我一直在你那说，终于这些电影都一天就上，一天就下了之后呢，那一推出来之后呢，就所有人都怀疑，但是我们自己一点怀疑都没有。我记得是橘色的小壁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部电影对你的意义？实际上，那个累积了满长的努力跟经验之后，一个非常小品，但是它基本上它是个爆发力的一个作品。这是一个小屁故事的完整的从初稿
以他出了好几稿，在很多过程中间非常具体。因为我们开始是。第一天上片，你看，吓到下地，中国戏院，一条用雨伞排成那种旋律，每到下一节，下面有排队要去跳舞节，那你也跟着去看。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在戏院门口看手机上面挑，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转，对口罩啊，那个他们都有在对，大家看我们对。你看，还是要看电影啊，那么好看，然后觉得观众那么投入啊，然后走进电影院那一刻，你突然发现，所有人都认识你，然后所有人都对你好友善。小弟的故事，上面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蛮厉害的。那时候跟侯导都忘记，真的忘记了。当然有理想啊，当然就是说颠覆嘛。那时候你们也想颠覆？当然颠覆啊。那时候颠覆什么？没有颠覆，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的，就是说喜欢电影嘛，拍出来好看嘛。谢谢，以上为证，向上看齐。向前看，向左转。拜托，给点面子好不好？应该叫头叫。然后呢，另外那个高的，我后来抓的很多话，
另外一个讲话很多，那个叫转华坤。另外呢，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他们的部长去世的。那这个画面其实在后来我们都很多。下图形呢，这个世界一做这个，就是这个嘛。二次大战之后，当时黄圣依先生写的政治，有些桌子上就是有地图。当时上面对于黄圣依先生他的这个印象，就是这个不能够跟这个非常一致。我就觉得，如果是去建设打压、造福人，我们这个沟通，我们就发现，抱歉，那个麻烦影片稍停一下，影片稍停一下。有没有人开始受不了这个？有没有人开始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实在太没有啊？很多普化同学看不太啊，很冷的，很冷我就没办法了。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上那个人，你们认不认识？叫做侯孝贤。侯孝贤就是其实你们现在看这些人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就上面有些导演年纪比我大一点，或者说跟我差不多。这些导演在我们故事里面呢，原来刚开始都很年轻的，差不多30岁。然后经过了20年的奋斗，这些导演现在在国际上都很有名。像刚才有这位侯孝贤导演，他有名到他在法国的时候法国人做调查说，作为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现代法国人，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读什么书？你要看什么电影？其实看电影那天他们写台湾的侯孝贤最高票，所以你们很难想象台湾的导演对法国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吸引。他们做问卷调查，我刚才讲过，最喜欢吃什么？就是竟然看电影那一项是要看台湾的侯孝贤导演的电影，还是有最高品味的法国人。然后他的电影在法国的票房是台湾的20-30倍。他电影一拍出来，在台湾必须是卖200万票房，在法国可以卖几千万人民币。所以这些导演是从台湾开始拍电影，渐渐走向国际。他的电影慢慢代表台湾出去，让欧洲人、让欧洲、美国人认识台湾。所以这些人的作品，我为什么特别跟同学分享，就是因为他的年代有点久远了，可是他的电影语言各位可以看一看，他跟你们平常所接触到的电视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比较慢，它比较缓慢，可是每部电影都慢慢的在说故事。你注意它的影像、它的构图、它的色彩，其实每一个镜头都很像一幅画。所以我其实是怕你们看这个成分，如果你们不觉得成分的话，你们慢慢欣赏完之后，也许下午我们还有100分钟的时间，我跟你们慢慢聊这个，好不好？有人受不了要尿，我们就举个手自己从后面去，好不好？那因为刚刚是要拍摄，所以我也借此让大家休息一下。现在刚刚这位侯孝贤导演就谈到拍《儿时桃花》的时候，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就终于爆发了一件我们要被人家修理的事情，因为他拍到台湾当时非常贫穷，而且拍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时候美国人在台湾军队驻扎台湾的，所以这个时代距离你们很遥远，就是几乎是我的童年。他现在就聊到那段时间，我们怎么样被整肃。那这个是一场电影革命，那继续往下看下去。所以对台湾这之前的有这个台湾经验或者内容比较清楚，就像我们也看所以你会有一个从你自己成长经历为出发的一种记忆，从这一块去做成很多可听的很多。就是这样，另外有一同学。他说得，你们店短信来了。
后来看了一部，我儿子有大人过，然后大爷是我第一次看的，就看了一部3段式我知道。那部电影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是，每个故事在它结尾的时候都有一个都令我很震撼，比如小鸡的那一种刚刚帽子背着，然后看到他手上拿，然后连接在那个那个卖那个快歌，那些的故事，那个视觉上就感受到很大。谢谢，谢谢。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医，我就打民工，等于是去在他们早点中医里面怕3年4月过的，他们就找，等于要拍一个很大的。这个之前因为我有一部片在美国拍了一部片，参加金穗奖的第2，所以他们从那边找到拍这个新导演来去拍片，所以他们就很常说，有没有兴趣拍电影后有3段东西，王振宇的他说。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回来，还在去打民工的阶段，那当然是还好。苹果之会最恐怖就是基民被北京放到时候还很高兴，因为他被北京放到时候还可以到医院在每间医院吃苹果，但真的非常统治台湾那个年代的贫穷跟美元跟受美军的支配。拍出来之后，没想到那部看对这个问题，立刻有一封检举信来了，那个来自影评人协会的检举信，说这部电影怎么会拍成这样子呢？当时温国辉主任开了10个小的专业的名单，你就会用来了以后，就在纸面上看，要评判，看大家，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建议。温国辉主任就讲，他就是也可以看得很厉害，几乎我在这个木人身上，早期的小叶物业公司参加，几个导演没进去参加，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所以物业人在里面呢就受不了了嘛，全部流的跑出来，所以完了。你看一看，这电影那个天神吴念真是劝我不要听，因为我非常冲动，所以他跟黄世在外面，对不对？看完一个出来，我记得好像吴念真都哭了，会觉得很荒谬，为电影为什么到了这样？这样万达就对社会的那种，它是一个愤怒的年啊，所以你挑苹果是这样，还有第一把我们办公室的垃圾桶都快递给掉。我说不擦了，那个厕所会坏，因为他很生气。他生气就听了这种，因为他没人挖接他，不然他能赚。说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这个是很生气。你可以看到整个事件的观念，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导演在拍那个像的话，但是活生生的开始好像把文学、社会、政治的东西都加到里面，因为他们是非常丰富。而且不再只是长现在囡仔，我听清楚哦，这样人家开场讲咱有偌济钱啊，我大概你也是请一个提醒起来，有听无？有啊。爱去做干老师就起来，肯定我袂歹当副贴的哈。好。阿爸，你是说阿多他回家，想解决，你给接我。哎呦，要是阿勇啊，你是在讲啥的啦？你娘嘞！你也别忘了去检查，都要再去弄死。可能是别的，所以我看到那个窗户的时候，我记得还有过，大家说，我当时我打电话，因为这里第二天出来，因为他也是很痛，所以他把它登出来，再加上中国这部电影因为在修剪嘛，我们为什么这时候回到我刚才讲说，整个台湾很压抑，正在找一些议题来发泄。那之前我也知道这个终于我们跟国民党政权之间就碰到一个最临界点，因为小弟的故事关系故事还是不没那么敏感，可是刘子超绝对是一个士兵，
一次失败的话可能就完蛋，我会被驱逐离开这公司。如果是成功的话，可能台湾社会会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4天我就拍了一张大红照，就找了一群导演，就是侯孝贤、万人跟郑道强，我跟吴念真，还有做音乐的这个温荣俊，我们就自己拍了大红照，悲壮，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遭遇到媒体很辛苦或者被围剿，甚至是被干来被去，被留念或者是一个失去事件。这个新陈代谢，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话题。我想要不然就是这个老人化的一个定位的地方的话，我想新人永远是他我们在开发轮回，82年、83年就是中影也拍了一个28郎，由萧乾了这个万源、郑少夏3人的3战，对我们老一代的大导演的这个白景瑞、胡金铨跟我们3人大轮回嘛，我戏称他是一个老少对决。老少对决的话，我的老一代打败了，也是初始的这个新锐导演的这个时代的开始。所以到那个时候，新锐导演的形成以后，它变成一个气候以后，就是这些片商也就像赶这种流行一样，这老导演价钱又高，架子又大，脾气又坏，拍出了电影还不一定卖钱，那干脆找新导演，新导演价钱又低，拍的东西又好，结果年轻的导演那时候就是变成一种流行。我们女人将来离家，所以要会节俭。我们教你，譬如说早上去买菜，菜比较贵，你不要去买，等到傍晚人家收摊的时候你再去买。将来你命好，叫他好照顾就好；你命不好，你要自己会打算的。简单讲哈，廖辉英的小说《牛郎太子》获得很大的肯定，官人拍了以后，其实廖辉英其他小说也会被其他商业电影同样把它改编成，不管是《不归路》啊，或者这一类型的，就比较强调女性的情欲，那强调的是好像是走同样的风格，其实是新电影创造了一个风潮。这个风潮呢，流风所及，使得商业电影也跟着进去，但是商业电影跟进去之后，并没有跟到他自己所要的那个环境，所以呢，一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它的流风所及是集体的沉沦，而不是更大的力量上面的一个往上的爬升。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大家都在做新电影怎么样做的事情，好像这一股风潮都是新电影做，但不是真正属于新电影的精神，符合新电影的做法，其实还是少数人符合一般数。那其他其实商业组织只是因为看到了媒体愿意报道这样的东西，而且也卖钱，所以大家一窝蜂的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实也有很多都是失利，那这个失利的人其实就一窝蜂全部都推给都是新闻剧场人导团，但是不是？我特别强调，新电影从问世到后来，一直它在台湾的国片生产量比例其实就是15%左右。这15%的影响力能够占据全部的版面，就是因为他的确他在意义的讨论上，在表现上吧，他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所以电影全面上位是跟社会的整个很大。所以台湾那时候是遇到一个大量的转型，就是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兴起啊，还有这个中国文化的兴起，还有音乐社会的逐渐转型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结合下面，造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上的平台，就是新的知识分子和新的中产阶级诞生以后，他们都被要求有一种新的一种文化上或思想上或生活形态上的改变。那这个中间很多包括思想上的革新或者某一种解放。就说这些年轻人，他觉得过去拍的电影跟我们太没关系了，他现在要拍一些电影是跟我们本身熟悉的东西，就是我们过去或者所谓成长或者当今的一些状态，跟当今当时是怎么拍的。所以包括你看到儿子当然很多事情，
就算有一些比较这个低收入的那个阶层的房子露出来，政府会觉得他们是会对政府形象不好，因为政府的公共电影是一个宣传，电影要拍的美轮美奂，对我们的国家有良好的形象。我想这个新电影初期全看起来，我用它在用，没有非常非常文化氛围。我想我们老一代的所谓的写实啊，可能是一个选择性的写实，像健康写实就是选择性的写实，就是考虑到大的环境和人性的这种悲观，就是那时候一直想要回大陆，跟着政府来的去，后来慢慢觉得一年一年有希望，所以那时候田中先生所倡导的这个健康写实。他就是把一些黑暗面尽量都扬弃掉，来表扬一些光明面。扬弃黑暗面，你上次是觉得在那个年代可以安抚人心吗？对，就觉得好像其实到底能不能安慰人心，当然还是要打个问号了。他这种想法呢，就是要给人一种希望，这种明天是美好。实际上当时是受到很多的非议，就健康不写实，写实不健康。那我想，后来我们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导演非常能配合政府的政策，因为那个时候刚到台湾来在推行国语运动，所以我们的拍那个写实，我们通通用国语。后来到新一代的导演，他所写他的所谓的这种写实的。求其真实的话，就是本省人他就讲这个，他讲不标准的国语，他讲标准的台语，这是真正的写实，真实的写实。而我们那个时候就把语言当成是一种工具，就是让你能了解剧情，懂得我说什么，而不是这种写实。你们啊？我进来了，我传头发呀。好。你知道我爸去看了《天天风》，看完以后跟我讨论，他多么开心，他从已经多久没有一部完全他不用看字幕，就看得懂，听那个声音，听那个，对他来讲非常亲切的一个。你们觉得他里面所接触的那个台湾的现实或者真实的面向，已经不是历史，童年往事讲的是佛教典的客家的，我觉得是蛮丰富的。当代的，对我来说是很丰富。好啦，人就睇到这，我又旁擺，就當內講住，喺行見過咯啊，就翻嚟玩下誒，大家都知道嘛誒，難講咯，阿婆當然政府同開新鮮啦。我们的生活是跟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嘛。童老师拍完了以后，那种简直是批评的是大黑。那我也是笑一笑，就是布希导演啊，什么胡子挖皮的那个缠脚布啊，因为童年他基本上概念是反攻大陆这件事情是死亡，然后就像那个老祖母相对应不看，所以那时候反而被围剿。但是相对的，那时候也可能比较松动，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是这个也是中央电影拍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没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明基它其实有一种强悍，是吧？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明基等于是找一群这种这种对年轻人，然后有这种新想法的，然后他完全就是支持他就是他基本上你看，他要耗很多精神去化解这个事情，因为他有个文工会，盯得很紧。所以那时候其实批评同学很多，但是我记得我收到一封信，《民生报》记者寄来的，他们很多人签名，支持我这个朋友，你懂我意思吗？你就知道说，其实我说出了一个某种事实，跟某种大家心里面。你一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童年那个拍摄过程。是那种自己想往前冲撞啊，所以那个现在想回来还是英雄出少年啊，胆子比较大，比较敢尝试。而且那时候我开始跟黄洋合作的时候，我常常担心我所想象的跟他的距离在哪，所以我每天要花很多心思去想象他想什么，好像变成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去想他大家想什么。对不对？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1938年，我父亲调到台北教育厅当督学，那时候我们住新竹。我父亲又是那么身体那么不好，然后呢？两袖清风，那个钱又那么少，他要去负责这8口，你知道我母亲那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没有投诉的对象，没有他的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他的朋友，那我母亲她可能，你一定会产生一种焦虑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会得癌症，我感觉了，他会得癌症啊，或者他以前如果是人病，种种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跟一个到了一个抑郁的一种心情啊，没办法疏解，不知道怎么回去。那我祖母呢，因为他已经年龄很大，他已经剩下的那个他的那种完全自己残留跟认为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他已经忘了他是坐船来的，他可以走路就回去了，你知道，我要回去了，就好像在隔壁一样，他就要回他的那个无限去，啊。那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讲，基本上在这里长大，你懂我意思吗？你完全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这块土地重新来过。这3个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印象其实很多深刻的记忆，甚至。半夜收工了不睡觉，把东西带着导演跟着我，导演跟着你。每天都很充实生活，然后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可以把，因为有一些新发展的故事。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
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里面的刚好聚在一起，刚好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了。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是也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立场中没有自觉。电影这种方式特别多，他们文化反而是那个。大概我们第一个坏处就是他们的他的口音，经常都死人，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气，那个第一个影响300-400，报名就300-400。类型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冷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评审委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在最后关键中必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可是这个红棍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只当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想让他们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观察到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大艺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我们很多一线电影都这样，然后电影的那个卖座又接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在第一城在这边成立分公司，然后第一城的东西，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电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好，他们愿意拿钱去买香港的方式。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商的。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死路，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一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的演员的片子全部都
到一个坑的地步，可是都是不是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产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线，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是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同步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盗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cable了。cable台在他那个上面就做出广告，在他上面的第2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准时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永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打越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样讲，所以他们就认为评论界的受影很大。我觉得不超过评论界因为新电影的起来完全是很大的起来。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讲他新电影不好，他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讲。后来就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有一篇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跑法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杂志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影。用电子太多的同类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来拍戏就这样，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重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帝，谁是教宗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于他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一部电影在看有几分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莲老师，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我想台湾新电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依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什么意思所以要么就是被侯孝贤开始，就是明星才变重。其实明星为什么说因为有他嘛？对于香港，所以这是有没有去找一个新的根基？我常说你会不会叫我们先放到前面，我跟大家再谈个10分钟，第一阶段先结束。刚才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你看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所以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2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2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就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们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要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
间哈，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那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啊、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哈，这个在座同学哈，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就刚才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会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不好的。那他也访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说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安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的。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可能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了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算了，我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把门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趴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中，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有个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制造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
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可是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个就是文学。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到很多镜头，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的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就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在一个女孩前面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日子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就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才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完。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麻雀一共队来，站这边一边。好，感谢。我这
签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篇，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啊，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主任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右前方这边来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好。这个称谁的？哦，让我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
《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对老师，看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坐在车站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当然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编辑社采访所的同学老师，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然后是你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资料看小野老师你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背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
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就是做像《帝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坦之吻》，让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文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着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
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哈，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说，我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或者期许之类的？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一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时常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到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去没看完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
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整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的朋友？那然后可以请大家介绍一下里面内容啊，它为什么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啊，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啊，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那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二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就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
是我想请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他已经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那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根本上还有讲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生命意义已经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已经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发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意义。
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不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是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哦。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雨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雨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的，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
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街上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喂，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很悲伤也是主题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一只牛然后旁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说，
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她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说你这个方式在编剧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那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3步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哦，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哎，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你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的，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帮你在编剧了，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个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
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然后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部长跟我来教来。找一个协议部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在前面吧。找一个协议部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部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雨老师签名就到这地方告一个段落。今天上飞机的时候差点搭不上飞机，因为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只剩下1张票。他说这张票是坐在那个空中小姐隔壁的，要面对所有人坐，你要不要上？我说我一定要上，坐在飞机上面我也要上，坐在那个驾驶座隔壁我也要上，因为我答应人家来演讲，我不能不上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个飞机最前面，面对所有人，啊，就一直飞到这边来了。到了嘉义水上机场，打电话给我老婆说，老婆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可是我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差点上不了。我面对所有的人很尴尬。他说不会啊，你为什么不对飞机里面先演讲？你在飞机里面先讲一遍，说你要去那个新国高中学讲什么东西，对着飞机的这个客人讲一遍。我当然是没有讲，我是坐在这边装死，眼睛闭着，假装死掉这样飞到这边来。然后今天来跟各位想谈的一个是很有趣的题目哈。那这个题目其实我曾经就在最近刚刚才去过一趟德国。我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展啊，就国际书展，全世界的人都到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展览他的书。他们做一个题目叫做“文学改编电影”，文学改编电影这样一个题目。他请到那个德国的一些作家还有电影工作者来演讲。我是唯一从亚洲去的，我是唯一从亚洲被邀请去讲的。我要讲的内容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题目。所以各位现在所听到的内容，可能跟我去德国去对着全世界的那个大人所讲的题目差不多。但我希望这个题目不会太深啊。那在演讲之前，我想问几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哈，看同学来回答一下。我们再开始看一部影片。你们觉得哈，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哈，在人类发展的文明里面哈，是先有文学，还是先有电影？文学。太聪明了，因为你们是资优班的。好，第一答对了，一定要先有文学，因为文学的历史很长，几千年以上，有文字以后就有文学。可是电影呢，只有100年。全人类的电影从第一部开始拍到现在只有100年，1895年，正好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那一年，所以也很好记。是什么时候有电影呢？什么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就刚好有电影。所以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有很多纪录片留下来，因为开始有电影了，所以刚好有些影像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历史只有100年，是人类的文学历史有几千年。第二个问题，
当婴孩睁开眼睛啊，当你是婴孩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先用这个视觉看这个世界，还是先用文字描写这个世界？视觉刚好相反，刚好跟第一个答案相反，对不对？第一个答案是人类先有文字，才有电影。那第二个题目很奇怪哦，当一个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眼睛看到的世界。我们现在很难去问一个婴孩说，你看到什么？因为他不会讲啊。你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当初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什么？你睁开眼睛你会看到什么？谁可以回答我？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眼睛看到什么？医生那个丑陋的脸，对不对？或者护士那个很狰狞的脸，应该不要这样讲，应该说护士很和蔼的脸，或医生那么温柔的脸。通常医生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一张脸一定是哎呦，好可怕，不然应该不会长这样的脸。不管是看到什么啊，但是你记得，在你还不会写文字以前啊，你都是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用耳朵听。你不会写字啊，你也不会表达，可是你都用眼睛看，耳朵听。这个其实就是电影。电影其实是努力的把人从本来用文字描写的世界，又转换成影像，对不对？他努力的把这些文字写的东西，剧本啊、小说啊，又把它拍成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你眼睛看到的画面啊，画面剪接啊，一直在动啊，开始演故事啊。就是你们要打开电视，你们看电影，电脑上打开荧幕上的所有画面，这个视觉的东西，都反而是人类在一诞生后先看到的。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话，其实是把小说的文字的故事转换成人类更原始的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就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发生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中，曾经有很多人拍过很多电影，可是这些电影到了国外去，别人都不觉得他拍得很好。终于有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试着开始用他们的想法去拍了一些电影，拍出来的电影人家觉得非常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拍出来的东西充满了文学性。现在我问第三个问题了，问完两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问第三个问题，这个电影拍出来充满文学性什么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你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你说哦，这个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你听我讲这话，听起来很深奥哦。这部电影拍的充满文学性，有没有同学很勇敢的起来回答我？错了我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对了，我赞美你；对一半我还是赞美你。有没有同学试试看？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哎，这部电影拍的充满了文学性。那部电影看的没什么文学性，什么意思？这话很深哦。但是有同学只要敢举手讲，我绝对不会讥笑你。我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人。你可以看我嬉皮笑脸，我绝对不会骂你。勇敢的讲，大家讲，让同学知道你很勇。哦，有，终于有了，我就知道你们很厉害。来，有同学讲。让大家可以欣赏，觉得那部电影可以让自己欣赏，觉得它有那种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吧。很好，这位同学几乎全部答对。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非常接近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常讲一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一定是小说改编。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个小说写得很棒，对不对？比如说小说写得很棒，它改成电影之后，它可以拍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个电影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不保证这个电影充满文学性。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就是真的答案，就是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小说改编哦，是不是小说改编，它都可以拍成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那通常充满文学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我们看一部电影，而且讲故事讲完了就没有什么让你能够再回味的。可是充满文学性的电影，通常你看他电影，你看他导演的镜头、他的语言、他在说的故事的时候，他通常声音跟画面是非常巧妙的配合，让你觉得有一种空间的想象。他甚至有时候拍一个空镜头，镜头是空的，一棵大树，什么都没讲，可是下一个镜头就拍一个人走过去。他会靠剪接的力量，让整个画面跟画面之间产生一种想象力。你看完之后觉得这电影拍得很美，这个美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树啊花，就是很感动。这个感动不只是讲故事感动，它真的是用电影的语言在处理一部电影。
然后充满了文学，比如说它的旁白写得很美，它的旁白充满了诗意的旁白，在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故事，反正看完感觉这个东西充满了艺术。刚刚这个同学打的几乎是100分的，所以它充满了艺术性。那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跟它的美术有关。现在我就准备放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纪念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一群很年轻的导演，他们拍了一批很好的电影，这些电影后来陆续到国际上去得到很多奖，让全世界人注意到说，原来台湾这个地方有一群人拍过一些电影非常好，它非常好，就充满了文学性。那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个，我里面会有个纪录片，在介绍这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它每部都讲一点点。所以也许故事你不太知道，可是没有关系，你努力的欣赏这些电影里面的所谓的文学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是小说改编的，有一些不是，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安静的看，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在20年以前，有一场革命，台湾有一场电影革命，是来自于文学的革命。这个文学革命就是有一群文学家跟导演加入了台湾电影工作，使得台湾电影在那一刻开始拍得非常好。里面会出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白鸽计划，那笔记本是我的，所以各位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写这个字是我的字，这样你会看到我在里面也有讲话。那整个是一个故事，它是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如果各位看到有点想尿尿啊，想受不了的时候就举手，那我们就停一下，给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纪录片放完之后，下午我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开始跟各位正式的开始根据这个纪录片，我开始聊一些文学啊。属于电影的事情，那我们就开始放这部电影好不好？这部电影叫做《白鸽计划》，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记录，非常非常深刻，一般人看不到。谢谢。讲师介绍。我们请国一12班李正汉同学来为我们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国一12班李正汉，今天我所要介绍的是我们最敬爱的闽剧作小野老师。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国一新生，但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加入新国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了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学营。盼了又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小野老师的创作范围非常的广泛，从小说、散文、童话故事到电影剧本都非常的杰出。大学时代，小野老师就以《勇之声》《试管蜘蛛》《生烟景》等作品广受外界的瞩目以及好评，还曾获得联合报的小说首奖以及等等的文学奖呢。小野老师勤于写作，他曾经为了儿童以及青少年写了儿童少年文库系列的家庭亲子幽默散文，例如《猫头鹰家里蹲》《小野童话》《痴狂老宝贝》等等，这些都是我百看不厌的书籍呢。小野老师也曾被受聘为台视节目的总经理，他创作了许多的本土戏剧，例如《流氓教授》《望乡》《名扬四海》等等。而且他还创作了偶像剧，有《土司男之吻》《再见萤火虫》《薰衣草》《极速青春》等等。小野老师不管是在舞台上、电视界中，都有非常傲人的成就以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管做什么，
花讲的实在太好了。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哈，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也是很少的，也很难得，因为很久以来都很少去跟人家谈东西，尤其是跟这么小的小朋友哈。因为我自己的小孩都慢慢长大，都已经念大学了，还有一个都毕业了，所以你们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新鲜的一代。那今天。